这边为什么老是有玫瑰？这谁呀？一进来就叫妈妈的啊！大早上的，大早上的给我喊老几十岁。你看我今天这青春洋溢，有没有点春天的感觉？大家早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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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宝子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你喜欢雍容华贵的我，你不应该这样，应该是我是什么样的，你就喜欢什么样的我。喜欢一个人，怎么还挑上了呢？难道不应该是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喜欢吗？对不对？对吧？就是这不是新戒指，老戒指，老戒指，新戒指还没拿呢。24小时无死角。最近他们老是会拍我的一些日常啊什么的，然后会暴露我生活当中的一些疯狂或愚蠢或迟钝或滑稽或幽默的瞬间。那你们难道说啊，我们就喜欢看你跟我们讲大道理，你平时的样子我们就不喜欢啦？那可以这样吗？今天造型很美，谢谢谢谢。反正呢，每天我就是变着法儿的来让你们喜欢我，变着法儿的啊，让你们为我而停留，好吗？喜欢你带我们去消费。我跟你们讲，其实啊，我每天都在消费，而且我每天都在高消费，而且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思想，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分享我这个思想啊，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消费跟税收一样，它是一个赚到了钱的人应该要做的一个跟社会责任相关的事儿。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我真心是这么认为的。你们知道吗？有的时候啊，就是我去买一样东西，就是可能那个东西很贵或者怎么样。我呢，其实是买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心疼，但是我又会跟自己说，我说你看看这个商场冷冷清清，我说现在这个经济是吧，大家都没有钱出来消费了，我说如果我再不消费的话，这些人都要没有工作了。我真的会这么想，我真的不骗你们。那个我闺蜜跟我一起出去，然后她就经常说，哎，她说你跟别人谈一下呀，她说让别人便宜一点呢，这个那个。我说我有的时候也是很想让别人便宜一点，我说可是我老觉得我现在赚得到钱，我说他们现在赚钱很困难，我说我多花一点，人家多拿一点，我说我也没什么不好。而且我不是现在才这样的，我现在是可能买的东西越来越贵了，但是我小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就是我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有钱，大概10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赚钱赚的比较快了嘛，就是可能10年前的时候，对吧？我一个月可能有个几万的收入啊什么的，然后我跟我妈出去，比如说我妈喜欢逛小摊儿嘛，逛夜市啊，逛小摊儿，或者说有的时候打车，你知道我妈很抠，她都抠到什么地步呢？她就是我跟你们讲，她抠到什么地步啊？她打个车，对吧？她就感觉人家那个最后要跳表了，她叫我下车。真的，你们有没有？你们妈妈有没有这样的？
你们妈妈有没有这样的？我妈她就知道什么时候会跳表，知道吧？然后她每次，你说我打个车，我就是为了不走路，但是她就是会为了节约那最后一点钱，让我提前下车再走回去。我真的很崩溃，你们知道吗？然后后来，然后有的时候呢，我跟我妈一起出去，跟小商小贩，她就在那一直讲价，一直讲价。你知道我都是怎么跟我妈说的？我是用什么方式说服她？我就跟她说，我说人家这个小商小贩，一个月在这里摊，就是起早贪黑做下来，一个月他挣不了1万块。那外面的很多小摊贩嘛，我说人家赚钱赚得很辛苦，我说你在这里砍价砍得拼死拼活，节约也节约不了几块钱。我说别人一个月他就是起早贪黑赚也赚不到1、2万，我说人家生活也很难。我说你应该想一想，我们怎么把钱赚出来，不要想着在这种地方去克扣。我真的我都是这样，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钱，但是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我觉得有什么必要呢？把这个是吧？而且我一直的思想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要赚钱，我一定要赚有钱人的钱；如果我要做生意，我一定要做有钱人的生意。这样的话呢，我就不用为了那个几块几毛的去计较，同时呢，我在出去消费的时候，我也不需要去跟别人计较。然后赚小钱的人呢，他也能赚得松快一点。我真的会这样想问题。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先点个关注啊！哎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给我退出了？我没有退啊，它显示什么？什么情况？有人在登录 Windows 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一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啊！如果这3个时间段没有开播，肯定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到我，不是我没播。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来，开始连麦。Hello， 你好。哎，你好，你说。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02年的21，然后985本科，然后我是做娱乐直播的，存款有个160多，准备明年出去读研。然后跟男嘉宾是吃饭认识的，他是做地产行业的，比我大10几，但是他一开始跟我说他是91年，后面查他发现他是86年的，实际比我大16岁，而且他给我看。他是扯了快乐证的，还给我看了照片。然后我跟他相处期间，觉得他行为很不对劲，然后就前2天偷看了他的手机，发现他还是围内的。然后聊天记录中发现有2个篮球，每个月给他们2个米。然后我身边朋友都说他可能不咋有米，老说这点小米对我来说算什么，要么就是说不喜欢提要求，喜欢自己主动给。而且和围内的那个聊天记录中，女方觉得吃一顿1000的饭都觉得很奢侈，而且有时候，我们2个 W 的生活费都要拖延几天。我是跟他在一起1个月，前2天才发现这个事儿。他是追我的那1个月给我付出了有40个米，然后又加上他说每个1号给我10个米，但是呢只给了1个月，到了第二个月就开始没有给我了，然后说刚交了900万的税，这个月工资就不发了，然后我就对他冷淡了。然后后面这个月上个月就付出了9W， 总付出3个月60个米，而且他也不是很支持我出去读书，觉得我出去读书学不到东西，还说你花100多米出去提升自己，回来能挣1000多吗？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该不该和他去继续，因为知道他现在围城后，我就很内耗，不会处理这种关系。而且他现在也不太主动给我米了，你们怎么认识的？这个关系就是去吃饭，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找我要的那个绿泡泡。饭局还是什么？饭局。这男的，你多大？21。你才21，你说该不该？肯定不该呀，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呀？就直接跟他断掉拉黑是吧？
对呀，没有必要啊。你图什么？你找这个人图他还什么？找我呢，也不理他是吧？为什么要理呢？刚开始图你，什么？你说什么？我说刚开始是图你，然后呢？现在不才3个月吗？那不还是刚开始吗？然后现在就感觉就很内耗，知道这段关系之后，内耗了就不用继续了呀。你图的东西又图不到了，你还内耗，那还继续什么呢？没有什么好纠结的。拉黑不用理他了是吧？不用来往，不用来往。你是图这个，现在这个没得图了，那你还纠结啥呀？他还是个这稀巴烂的关系。好吧。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了。好，拜拜。谢谢曲曲。我听着这姑娘自己条件应该也不差的，好多人是这样的呀，他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怼在前面了呀，续航能力不足嘛，是不是？典型的就是没有续航能力，是吧？但是这种很正常，我跟你讲，没有续航能力，本质上，如果他还想 hold 着你的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经济情况本身也就那样，知道吧？本身也就那样。很多男的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对一个女生，那个女生会上头，那个女生上头之后，他马上就可以开始开启低成本持有，那低成本持有了，他不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拉长了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的宝宝啊，或者是害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是的，而且这种人他很容易后期忘回要。是的，他很容易后期忘回要。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说。刷到你的直播间呢是有半年时间了，然后我是非常认可你的价值观，其中就是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这句话呢对我影响最大，就是上半年呢也结束了一个比较鸡肋的，就是感情。那我今天连麦呢，主要是有2个诉求。第一个是该如何做我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我是想在未来3到4年内，走进一个围城的。但是我现在是单身。我先说一下，我是99年24岁，身材颜值6.5分，原生家庭很差啊，是在18线小城市。可以说，在我面临人生重要选择的时候，不能提供任何的这个建议和支持。我是在南京就读的211本科，目前毕业2年，从事的是这个晶晶行业的电话一类的销售，年入20个 W 左右。但是现在没有存米。明年的话，公司面临从就是一个2线城市到杭州的一个搬迁，可能收入呢和这个消费都会同步的提升，可能收入到年30及以上。那我个人能力是属于中上等水平，公司也有意把我往中层的管理呢去培养。但是说实话，这个班上的也是挺累的。我可能就是自己努力工作呢，也是想为就是辞境，就是走入这个找一个比较有实力的这个对象呢去做一个铺垫。我是目前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这个工作呢是属于996，还有另外一个，我现在有一个某教育行业上市公司的一个 offer 在南京，就是我大学的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年入应该和现在齐平，就是也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提高，就是差不多，而且目前的话差不多，在15到20。那我平时会报一些比如钢琴呀、瑜伽之类的班，个人感觉能提升这个词境水平的。其实搞事业就有一部分心理嘛，是想匹配一个另外有实力的另外一半因为我现在并不能就是接受一个比较低的这个物质水平了，这样子。你想找什么样的物质水平的呢？可能我现在因为也刚毕业2年24嘛，就是现在觉得可能年有个几百就比较 OK，这样子。我是建议你就在南京本地吧，你直接开启对碰模式就好了。你就是保有一个比较光鲜体面的工作环境。
无论是你现阶段的这个工作，还是说你要到那个上市公司，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呢，我觉得你 base 在南京会离你想要的这个诉求稍微的贴近一点。到杭州的话呢，虽然说有米的很多，但是呢，竞争也极为激烈。南京有米的也多，也有呀，一样的有，只是说看你接不接触得到，对吧？接触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就是两个路径，一个就是靠工作圈子去接触，一个就是靠对的碰机构去接触，就是二择一。那就是其实我是有一定生活压力的嘛，就是说，现在这个工作如果说到杭州，它会就是收入的话是会有一点提升。你说我有必要为了这个去杭州吗？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我说你适合待在南京，你跟我说有没有必要去杭州？我觉得你想冲事业去杭州，懂我意思吗？你想走婚恋，你很明确啊。我就是想走婚恋，我觉得工作很辛苦，我就想找个有米的男的。那你现在这个年龄就是你最大的财富，年龄时间就是你最大的财富吗？你1年20还是1年30？你觉得那个男的真的很看重吗？那倒没有。行，那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可能明年去南京发展，然后直接就是对碰，或者是说扩大这个社交的这个范围。对呀，就让你的客户啊什么的给你介绍呗。降低对颜值、对身高、对身材等等方面的要求，年龄等等方面的要求，你要找物质条件高的还是很有希望的。好的，行。好吧，还有问题吗？那就是后面，好，谢谢。好，拜拜。欢迎小爸爸。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呢。哎，没想到呀，老天听到了我的心声，听到了我的日思夜想，辗转反侧，然后冥冥之中传递给了你。跟不上我的节奏吗？那可能我思念你的频率高于了你思念我的频率。所以咱们这个主要是思念的频率是不是没有对上，到今天才对上，信号有点乱呢，是不是信号有点乱，小爸爸？哎，日思夜想啊，天天等，心心念念呢。哎，果然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还是被我等来了。在你没有来的日子里，我只能每天刷着别人录的我们2个人互动的视频，然后来望梅止渴。你们说他找不到我吗？为什么你们都找得到我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都找不到我？为什么你们找得到我，可是他找不到我呢？那是因为他对我的思念没有这么浓郁。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小爸爸，你应该跟我调频调到一个节奏上，用我思念你的方式来思念我。我觉得这样的话，你每次都能找到我的，你就不会跟我走丢的。谢谢小爸爸，大家帮我把那个欢迎小爸爸打在公屏上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问题要问我的宝宝，或者是害怕走丢直播间，怕找不到我们直播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在粉丝群里，好多的等。不能说，好多的飞艇，好多的飞艇。谢谢小爸爸的华子。怎么办啊？小爸爸一来我就夹，我控制不住。他好像掌握了我的一个什么开关，他一来我这个开关就开了，然后我就夹起来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来，下一个来。小爸爸是啥？小爸爸是我们的那个榜一大哥，我们的榜一大哥，全世界最富豪的男人之一。Hello，
Hello， 你好，你好，好，曲曲，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23，然后身高1.74米，体重110，颜值6、7分，然后性格属于那种比较乖、比较活泼。然后我原生家庭是单亲，家庭条件一般，不大好。现在在小日子留学，然后属于那种半工半读状态。直播1年半的时间，平时除了直播赚钱就是上课，没有什么生活，思想比较单纯。没遇见男嘉宾之前，直播平均每个月收入5万块，现存款40万。我的男嘉宾呢，他是95年的，在18年的时候应该拿到人生第1桶金，现在在海外做某信某托。资产的话我不知道，推测应该是有几个小目标。直播间认识的，然后呢，认识2个月，付出了60个，2个月后见面发生了，然后买了12万的 W 的礼物。什么12万的 W？ 接着说，然后间隔1个月后呢，男嘉宾邀请我去找他，然后我们俩相处了1周，付出了有13个。感觉男嘉宾是不落男，鼓励我学习钢琴啊、英语、舞蹈什么的，生活方面也比较贴心，现实相处也感觉比较愉快。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注重隐私，可能时间短，然后信任也不足吧。目前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啊！真的？你是知道的假名字吗？对，我问过他2次，但是他都跟我讲的是假的。我后来是怎么知道的？就是因为他给我订的机票嘛，他的邮箱是我的邮箱，他订机票，我就发现他的名字，告诉我的2次是假的。但是那上面有显示他的名字吗？有显示，但姓是对的，姓还是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可能对我信任很不足。那不是，这跟你信不信任你有啥关系？他不信任全世界，主要是他自己做的事儿，有问题啊。接着说。然后呢，我们俩的10点半呢，我觉得他可能他有点虚，他自己也会说自己比较那啥的，然后总是会问我是不是我那方面不大行怎样的。我觉得他这方面可能有一点自卑，然后他前女友好像就是之前处了3年要结婚了，结果好像可能是出去找就被他知道了，对他这方面可能有一点点阴影吧，我觉得。然后我的3个问题就是，我明年4月份就开始要上大学了，估计没什么时间直播了。我就在想，什么时机如何开口让男嘉宾呢每个月固定给我定额的付出？什么时机都可以啊。我觉得这个男的他手上现金流也很充裕，他也很自觉，他也很愿意付出，不用纠结那么多呀。撒个娇就能解决问题。撒个娇，那我在想，我给他要多少比较合适呢？那我哪知道你要多少呢？这个根据你们自己平常的付出情况来呀。第2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男嘉宾对我是挺好的，然后自我感觉呢我又比较普通，可替代性比较强，然后呢如何解决自我内耗，提升自我，加大藏责时间呢？姑娘，首先是改变心态啊，改变心态，不要觉得你们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本来这个东西它就不该是你的，你得到了你就觉得挺好，挺开心，挺快乐就完了。你不要想着说我怎么去长择，我怎么去长期持有。你越是这样想，这个东西它走得越快，知道吧？就相当于是你现在的身家不足以购买一辆劳斯莱斯，但是你说我租了，我开了，我也爽了，也行。但是我不要老想着这个不属于我，我还非要长期持有。心态首先就不能错。本来它就是一个意外的礼物，而不是长期饭票。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意外的礼物就可以了。放平心态，该怎么样怎么样，做好自己。好的。然后我还有第3个，就是对未来发展的就想寻求一些建议。我今年23，然后呢，我大学本科读完之后的好在28了。我认为在自己在未来年龄、社会经历还有学历上不占优势，对未来比较迷茫，这许可能给我一些建议吗？你迷茫什么呢？你还在读书，你迷茫什么？但是正常人家本科毕业不都是24了吗？22，我毕业之后的话都28了。
可是你没有在停止进步呀，你在学习啊，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就是给自己找出路、找方向吗？年龄所谓的焦虑是什么呢？是你要走婚恋吗？不，你不走婚恋，你焦虑啥呢？不走婚恋，你28跟38有啥区别呢？我焦虑28，人家出来都是可能有存款，有什么资产。你也有存款呢，你这不是有大哥吗？你怎么就不能怎么呢？大哥给的米就都花掉，咱还是可以存点吧。你比别人上班的存的多。然后人家有社会经验，我社会经验也没有，就一直在学校。那你不是跟大哥不也能有社会经验吗？这什么叫社会经验呢？你跟大哥一块看得见的，别人也没见过呀。那人家消费层次低的，那餐厅那都没进去过，有什么不一样？好的。没有问题了，我的问题就这些了，谢谢曲曲。好的，哎呀，没想到呀，小爸爸居然破天荒的在我这里升级了，58级升到59级了。哎呀妈呀，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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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大家恭喜小爸爸升级啊！你们真是想太多了。现在年轻，对吧？正好大好的青春年华，遇到了一个很愿意支持你，很愿意为你付出的小哥哥，好好愉快的相处就完事儿。你们越是要把心放到肚子里，永远的把目光锁定在自我成长上面，然后在跟对方相处的过程当中，永远不要有执念，就是一切以双向舒适为前提的相处，它就是永恒正确的一个相处方式，知道吗？什么叫大道至简？就是看问题看到核心本质上，不要被边缘化信息所干扰。我要怎么才能抓住他？我要怎么才能让他喜欢我？他不高兴了怎么办？他要是喜欢别人了怎么办？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叫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知道吗？凡事就是让一切发生，让一切发生，这个就是天道，懂不懂？让一切发生，我们永远着力于构建舒适的关系。你们就心里想着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处是舒适的，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离开我，知道吗？任何一个人呐，他都会遇到无数的机会，无数的诱惑，无数的选择，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能让别人觉得，哎呀，这人太没必要了，懂吗？就是不能开启别人叫有没有必要的这个开关，这个是底线。只要他觉得我没必要离开你，他就不会离开你。你们要知道，男人是这样的，男人永远不会嫌多，懂吗？他不会嫌好的很多，他嫌好的很多干什么呢？他不会嫌多，他只会嫌烦，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呐，多不是他讨厌一个东西的本质，烦才是他讨厌一个东西的本质，对吗？就好像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不是因为漂亮才让别人讨厌你的，你是因为你漂亮的时候你很高傲，你很高冷，是吧？你很目中无人，你很疏离，所以才让别人讨厌你的，不是因为你漂亮。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会喜欢那些优点。什么是优点？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如果有很多女人喜欢他，他会很开心。但是如果有很多女人喜欢他的同时，有很多女人跟他在一起的同时，有人却让他很烦躁，为什么呢？不停的占有，对吧？不停的跟他搞，不停的跟他作。我要你搞这个，我要你搞那，你为什么要喜欢别人？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你说了你爱我了，你为什么答应我的不给我了？你承诺给我，你说你这套东西一下来，是不是这个东西才是让他感觉到很不舒适、很烦的东西，对吧？所以舒适就是内核，就是根本。你要知道，只要他跟你待在一块是舒适的，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被无限延展，无限延展，知道吗？也许还会有新人，但是来来往往，如果别人不了解关系的本质，那么他们就会被淘汰掉。谁能让对方舒服，谁就能留到最后。
就是这样的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们最喜欢的小姐妹，跟她一起来长智慧，好不好？刚刚有一个问题提得很好，有个姑娘说，可是她舒服了，我就不舒服了。我跟你们说啊，当你们真正的还原到事情的本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事情的本质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们知道吗？不是叫他舒服了你就不舒服了。当你的那些执念产生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舒服。你们再仔细的想一想，当你特别的想要去霸占一个人，对吧？想要去纠缠一个人，想要去控制一个人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舒服吗？你是怎么的？你是认为他按你说的干，你才能舒服，对不对？但实际上，当你索要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你的执念已经发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你想要去掌控它、拉扯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没有一丝一毫的点是舒服的，你并不舒服。真正的能够让自己舒服，其实就是放下这些执念，知道吧？我把我的日子过好，他把他的日子过好，我对这个人没有执念，没有贪婪，他给我的一切我都觉得很珍惜，对不对？我获得的一切我都觉得我值得。如果有一天他要走，那么我就挥挥手；如果有一天他要来，我就拥抱他。你真的用这种如水一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些人和关系的时候，那个才叫真正的舒服。因为你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你都没动，知道吧？你那个贪呐，那个欲啊，动都没动，你起都没起。你在一开始你都没有让自己进入到那个不舒适的状态里头，你在一开始你就是放松，你整个就是松弛，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是因为对方舒服了你才不舒服的呢？并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谢谢小爸爸的华子语小爸每次给我送华子语就代表他认为我说的太对了是不是的？他作为男性优秀男性代表，他认为我说的实在是嘎嘎对来下一个来，哇塞，你的华子为啥是黑的？为啥是黑金色的？妈呀，果然厉害的人出场都自带特效。Hello， 你好。Hello， 曲曲。哎，你说。我今天想探讨的点就有点类似于刚刚你说的，就是他舒服，然后我不舒服。然后先大概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27岁，在一线城市的私企工作，主业年入40，然后副业年入50，差不多1年90个。男嘉宾呢大我10多岁，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高管。然后我们现在恋爱有4年了，之前我俩是同事，认识的时候我们俩都比较一般吧，后面打拼的还不错，全款买了3000多个的房子跟几辆车。他是10年前有过一段婚史，然后有过一个粉球，但他的这个前任女嘉宾在国外带着粉球定居。然后送礼物上面，其实因为我们是互相送，但大件的可能他送我比较多。平常很恩爱，然后不太吵架，他对我父母也非常的好。然后今年呢，他来家里提亲了，比较真诚，就钻戒几10个 W。然后我们预计是明年领证，但是我想探讨，其实我比较超纲啊，是孩子的问题。像他每次之前喝多了，就会拉着我说让我给他生个孩子，因为他之前的那个宝宝不在他身边长大，他就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吧。然后但之前我就觉得你都连婚都没结，我们不聊这个。我个人其实是不太喜欢孩子的，我觉得很辛苦，而且其实说实话，就保持身材什么的，我觉得或多或少肯定会有影响，然后而且应该会降生活质量，然后但是呢，在这个领证之前，我就会考虑要不要跟他说一下，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清不楚的领了，然后他让生，我不想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的问题就是，我挺喜欢他的，但是我也喜欢自己，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要不要牺牲自己去觉得让他觉得很幸福很圆满，这是我的问题。如果你觉得生孩子对你来说是一种牺牲，
那么这件事你就不能干。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做出自我牺牲的时候，对方并不会觉得幸福和圆满。当你觉得你在牺牲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起的是什么念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值。这种信号想法，它会不断的植入到你未来生活的每一分钟里头。那你这样的一个释放的这个状态的过程当中，你的能量释放出来的都是或负面的，都是不舒服的。那对方怎么会舒服呢？不可能的呀，对不对？只有一天，当你觉得我很愿意做这件事儿，我不认为这件事是在牺牲，我自己也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也很需要。只有这种时候，对方也觉得，哎，我也想这样，你们两个人达成共同认知，往前走，这样的话才会双向舒适。你所谓的其实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其实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刚讲了一个叫有没有必要的开关，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对很多人很多事儿，可能我可以推翻我很多的曾经树立的条条框框？为什么？因为他给我的实在让我觉得我值得这么干，对不对？但是你之所以不能为这个人去推翻这一条，是因为这个人于你而言呢，你喜欢是喜欢，但是他没有好到那个份儿上，让你觉得我觉得我要改变我的一切原则跟框架，只为了跟你在一起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你内心当中在博弈的本质是因为他其实会让你觉得还没有那么大必要吧。对，可能我对自己可能更想保护一点。对呀，就是这样的。我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人现在啪给你面前拍1000万，你别逼啊！我跟你说，在一起那娃不得生吗？那必须的。你会怎么想？就这个人，就同等这个人，你会怎么想？那我可能会动摇一下。对的，你就是这个动不动摇，它完全是因为基于你面前这个人，让你觉得值不值，知道吧？让你觉得值不值得，是这样子的。他觉得就是你每次还在我觉得不是很想，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分量啊还没达到。那他其实是有2个方案，要不然呢就是你们之间的条件或者说方方面面的筹码，它只能这个样子。那这个东西很简单，按你自己的想法来。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现在没想好，你说我短期之内都不想做这件事儿，等我们2个人你可以拖一拖，知道吧？你说等我们2个人奋斗到一个什么程度，哎，我们到时候再把这个事儿拿出来探讨，可以，这个就是拖延嘛。要不然的话，那就只能是博筹码，对吧？博到一个你认为，我觉得这样我才觉得这个事儿值，对吧？你说你这个房子写我名字，这个那个，我觉得这样我就能这么干，要不然的话我心里是很慌的，对吧？2种嘛，要不就是拖，对不对？要不就是你先谈好我就能搞。好，我明白了，谢谢。好吧，还有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你。好，拜拜。哎，好，拜拜。你们是不是很羡慕我有小爸爸这样的榜一大哥？这华子宇啊，是不是带你们见世面啊？什么时候见过这场面呀？你们知道为什么小爸爸今天给我送这么多吗？那是因为小别胜新婚，这有一阵子没见了。他这一段时间没见我，是吧？不知道到哪里又去晃了一圈，最后发现还是我让你最舒服吧，还是我最能跟你提供这种双向舒适的感受吧，是不是？你看别人都是过客，只有我会一直在你的生命里存在。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害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而且你知道吗，小爸爸，你没有来的这段时间，我的直播一直备受打击，没有上1万人。你看今天你一来，整多大个牌面，马上咔上万人了。谢谢小爸爸的话子。咔上万人，哎，今天我就是最富有的一个主播了，我不管了，今天我是主播间的首富。
主播界的首富就是我在此宣布，保养好你的嗓子。来下一个，好的，小爸爸，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同学。哎，你说。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稿子有点长。那个，我和男嘉宾是对碰认识的，都在新一线城市。我的家庭资产是1000个左右，然后他的家庭资产是1300左右。我23岁，他比我大8岁，我是本科，身材颜值7分，然后他身材颜值不太好，差不多就5分左右吧。然后我们相处了有8个月，在恋爱期间出去玩基本都是他花米，他不怎么让我在外面花米，他说什么用女孩子的米不太好之类的话。他和父亲是同行业的，所以在那个工作方面父亲会有帮助。他爸爸以前是小苹果，然后后面下海了嘛。他现在的年收入是36个左右，12月份他合同能续上的话是100左右，然后我估计他这个合同续上的可能性是60%，我现在收入是15左右，60%等于没把握，乖，60%等于没把握呀，你这。好，接着说。他爸爸好像现在就帮他的这个然后我继续说，我现在收入是15左右，然后在感情方面，前期2个人都比较上头，属于经常会熬夜吵架，然后谈婚论嫁那个进度也挺快的，然后之前吵架吵到最后基本都是他来哄我，给我买礼物什么的。现在有2个问题，一个是他有轻度的那个什么癔某症，然后身体不太好，就是类似血糖那种方面有点高。然后第2个是上个月我们在谈进围城的时候，我发现他之前说的一些条件他做不到，就是最早我跟他说房子要加名字，签婚前协议，然后公司股份转让给我，然后婚后有能力了可以给我买套那个100个左右的小房子。然后之前他说这些都是应该的，反正就是那种话嘛。然后后来到那个谈进围城的吵架嘛，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房子连他的名字都不是，是在他父母名下的。后面谈那个进围城的时候，我还提了28个的米，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个风俗，关于这个28个的米，然后他说他身边的朋友都没有这个的。然后当时他说他觉得父母压力大，今年的线米不够，家里的线米不够，然后反正这些事儿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说他父母说那个进围城之后换了别的那个房产，再写2个人的名字，然后那28是同意的，然后那个股份是不确定的。然后我跟他谈这些的问题的过程中吵了3、4次架，然后现在我们冷战了。冷战的原因是因为上2天他生病了，我没去找他，因为我其实心里也很不太舒服嘛，因为经过之前的事儿。然后他现在把我全网拉黑了，就只剩个手机号，目前我没有做任何行动。我现在就是3个问题，第一，我不知道这段感情我就是值不值得去挽回；第2就是我不知道以我的条件能匹配到最好的是什么样的；第3个就是如果我该挽回，我应该去怎么做？不该挽回，就是这不该挽回了吗？肯定不该挽回啊！这不就是前面画大饼，后面不兑现吗？一句话说下来，不就是前面画大饼，后面不兑现吗？因为他画了大饼，我就要给他机会吗？没有这个说法吧？可是我就是有点感觉，他好像是真的是前面是为了就是追求到我，就是画大饼啊，画大饼然后不兑现啊，饼先画出去，把人先搞到手，然后后面兑现不了嘛，你这就算了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啊，这就是本质啊，看问题看结果，结果就是本质。那可是他之前出去玩什么的那些花米方面，从来就是没有让人失望过呀，而且他就是会身上有多少全都是给我的那种。可能这男的还真没多少啊，可能这男的还真没多少。就是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说他现在年入36万，明年续签会变成100万，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是他们是那种跟苹果单位合作的嘛，然后他父亲之前是小苹果，然后好像听他说就是有饭局上面就是大概率能确定这个事儿是他，因为这个合同是同一张合同，然后是3年一续签的这种。所以说嘛，就是他给你忽悠嘛，你的信息来源就是这个人，你所有的信息来源就是这个人，前面1、2、3、4、5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信息来源都是他在放烟雾弹。什么房子啊，是什么股权呐，这那都是他在放烟雾弹，最后
落不了实，对不了线，这个是真的呀。那包括你所说的这件事儿，大概率就是在扯淡的，全部都是在扯淡的，那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如果他真的签下来的话，我有没有必要就是可以跟他那个进围城什么的？那就签下来再说吧。再说了，就退一万步说，签下来了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是这样，你总得有一个底线啊。因为我看着他之前那个收入什么的都是肯定是会上交的那个份嘛，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条件在对碰市场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不是你在对碰市场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啊，我们首先要保障这个人他的人性底色，他的人品，他方方面面 O 不 OK， 而不是说，哎呀，这大家都是什么样，我去找个什么样，那是后话，知道吗？你首先要看眼前这个人。那有的人，我打个极端比方，那有的人说这个男的动手，那他别的条件都很好，是不是我就能接受呢？还是说，那这个条件我再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了，我只能忍着这个动手，是不是我就能忍呢？就他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去比。首先是你眼前的这个人，他到底是咋回事？眼前的这个人，首先我就有留去和留这么一说，而不是说我先想我别的，我到底什么情况，怎么会？因为现在这个人他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啊，就是他说了的话做不了数，画了的饼不能兑现，这个就是他目前表现出来的所有的行为特征。那你所有的对他的期待最后落不了地。就是我感觉这些大方面可能像你说的没有兑现，然后一些小的就是他比如说他现在身上有的东西都是 OK， 都是可以兑现的这种。那是按你这样说的话，人家那些叫什么开着老板的车出来，司机冒充老板的出来，那是的，他把他作为司机，他每个月的钱都可以花那个女的身上，还能往外带，那他就跟你说他是老板，怎么着呢？你就觉得这个人可以了？那我现在就是应该带出去对碰，然后这个就属于。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男的他把你全网拉黑，绝对是因为他现在在对碰。我告诉你，100%。真的吗？100%。这个是100%。不会吧？任何一个人呐，任何一个人做一件事儿，他一定要有动机，知道吗？他有动机，他不想跟你掰，或者说他还不想到处看，他没有必要给你拉黑，因为他也是个单身。你找他，他可以不理，可以不接，可以不听，可以不回，他完完全全是有主动权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做到把你全网拉黑的这个地步？他会有其他的动机推动这个动作。他就是感觉他最近很不爽，对我非常不爽，因为我是属于非常非常高冷，在他的地方没怎么给他过台阶的那种。别你别在那跟我扯淡好不好？我跟你讲的是结论。如果说你要更改结论，不可能，你更改不了我的结论，你可以更改你的念。你可以想着，哎，我觉得其实我找不着一个好的，我就这个1年36万，我觉得 OK。就是说，你别指望着一个1年挣100万的，你就指望着一个1年挣36万能够给你28万彩礼的，你指望一个这样的人，那么这个人是 OK 的。你现在不要把预期放在，哎，我指望的是一个年入100万的，并且能够，给我28万之后，以后还要给我们再买房子的这么一个男的，然后我还要来更改你还要来更改我的结论，那更改不了。我认为这个人，他只能达到他目前所做的这些。给你说这个28可能能给啊，然后别的都没有，我觉得他只能做到这样。你说他什么年入100，我认为他也达不到，这个就是我的结论。那我确实应该放弃了，好吧？结论我给到你，那至于你能不能改变你的预期，那是另一件事儿。那我现在情况就是，我可以问他要一个分手的那个，就是不可能，费吗？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结论也是这，你现在就可以去试。不可能啊！我说不可能。还有，我告诉你啊，这个男的他爹跟你说的那个话绝无可能兑现，这个也是板上钉钉的。就是他爹跟你说什么，等你们结了婚以后，什么换一套大房子，绝对不可能。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们2个人结了婚，他爹有可能去换大房子，但是现在那个房子是谁的名字，换成了大房子依旧是谁的名字，绝对跟你们夫妻2个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也是我跟你下的结论。这是为什么？100%，我不100%，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量的案例告诉我，这个就是这都是这样，
没有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画饼，画饼都是这个流程。好吧，我可能被他那个诚恳的语气给迷掉了，有点。那我告诉你啊，如果他爹还是稍微有一点社会资源或者什么的人，那我告诉你，你知道有个词叫道貌岸然吗？这个词是专门对一些人群设定的啊，好吧？谢谢徐徐，好，就这样啊，拜拜，拜拜，我们看的不要了的，就只要是父母掌着家里的财权的地位的这种，那父母伙着儿子一起给女方画饼，那真的不要太多。我告诉你们，只要这个人真的愿意做，他现在就会做。我告诉你，愿意做，现在就会做，知道吗？他只要手上说他有这个房子在，他能够把这个房子，如果说他愿意写成你的名字，他现在就会写。他现在如果不写，未来这个房子变成更大的，他更不会写。这个就叫做根据事实做推断，而不是根据想象，根据吹牛掰，对不对？画饼搞传承，是的。小房子都不愿意写你的名字，凭什么大房子让你得一杯羹啊？它合逻辑吗？全部的全部都是因为给你画一个更大的饼，只是为了拖延这个时间，对吧？把你先推进去再说。女生一旦被推着领了这个证，大概率她就不会走出来了，大概率她就不会走，哪怕她后面眼睁睁的看到一切的发生。我告诉你们，我身边那是有非常多的现实案例的。我的一个朋友，他当年跟他自己非常优秀，那几年前啊，起码就是可能7、8年前，他就在年薪50，跟我一般大的。7、8年前他在大企就是年薪50，绝对是很优质的独立女性了吧？被她家男朋友是吧，也是父母管钱的，父母有米的，男孩子自己一点能力没有的那种，然后把他呼着结婚。然后也是前面说要买房，然后他父母就说等，因为现在什么拆迁要等现在我们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钱，但是这个房子不能卖，为什么不能卖？因为卖了划不来，因为这个房子要拆然后说等你们俩结婚了，这个房子拆了，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再跟你们搞个大的写你们2个人的名字，婚一结。结果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搞不成的，我说他绝对不会搞。那女孩子他妈是个恋爱脑，知道吧？那也不是说那个女孩子不听我的，主要是有一个离她更近的人对她影响更大。真的，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如果你妈脑子糊，你离她远点。真的是我这种人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我天天跟他说我说这搞不得他听他妈的，最后听了他妈的，好把这婚结了。结了以后，果不其然，先是被哄着跟他公公婆婆一起住，结果住着他们家的房子可以换了大的，怎么换？房子还是按他公婆的名字换，知道吧？然后这女孩子又怼着他生娃，跟他说生了娃跟你怎么搞。我说那搞不得，我说绝对不行还是不行，还是听他妈的还是听他妈的呀我总有的时候人是这样，我已经进去了，我还不相信他吗？对不对？那我已经进了这个坑了，难道我不相信他吗？他内心无数次的在自我否定，但是呢，无数次的他的脚又在往前走，心里其实都是在否定的，但他的脚又在往前走。结果后来你知道最后到个什么地步？球娃生了，让他把工作辞了，每个月跟他给5K 哟，一个7、8年前年入50W 的女生到现在就是每天在家里带孩子，完了以后拿 5K 的生活费。而且就是家里人就是对他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不让他出去工作就非要让他在家里搞，然后给他各种画大饼然后呢一边给他画大饼一边在家里打压他，就这样，都是套路。你以为什么路是走成这样的？不是，是一开始别人就想好了，知道吗？就看你上不上这个套。第一件事不能达成，那么后面的10件都不能达成。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没有
承诺没有兑现，那么你就应该知道10个承诺100个承诺都不会兑现。就是这样，你不要相信一个人一个承诺不兑现，后面的10个承诺会兑现，那是纯扯淡，好不好？纯扯淡啊！来，是啊，自己认知不够，他不是自己，他被他妈逼的没办法。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原生家庭父母给来的压力太可怕了。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有任何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错过曲曲直播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小爸爸，你买了我的书吗？我给你寄10本，我给你寄10本，你送给我的姐妹们，让他们人手1本，好好学习，都作为床头读物，好不好 ？Hello， 你好，曲曲老师好。就说要我个人情况，就是我今年24，然后我学历是本科，然后现在月收入1万左右。之前在 YC 认识了爹爹，然后他大我30多岁，然后身价是几10个小目标。我们在一起6年嘛，他总共付出300个左右，然后因为自己的发性不对，然后动作变形，且在对方母亲离世啊，然后公司亏损严重的情况下，连起码的温暖都没有给到对方，还给他重重施压，然后现在分开3个月左右了，然后想挽回他。不是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在一起6年，然后花了300个左右。6年了，你现在多大了？24。你24就已经在一起6年了？对。你18就跟这个人在一块了是吧？对。最后分是怎么分的？我们也说到结婚，然后生小朋友这样子，但是就是他感觉好像也还好多犹豫那种感觉，然后彼此都在观望对方的感受，然后又在积累着失望。然后我就跟他提，叫他给我买房子，然后他就说他没办法给到我，叫我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也跟我说这段关系就到这样子为止吧，叫我给他个明确的答复，他不能再被我耽误了。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其实说了这句话以后，第2天晚上他就又跟我说，他说他虽然说是这样说，但其实还是想跟我好好过的那种。然后但是我们就一直都因为是种种累积的因素，没有好好的良性的沟通，然后积累的矛盾很多。然后那段时间他也一直问我有没有找好房子啊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赌气，然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搬出去的时候搬的也很决绝，家面连什么东西都没有剩。然后他其实挺伤心的。然后搬出去第10多天10天左右吧，他还是一直在等我，然后也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去问我的信息。然后但是那段时间我就刚出来嘛，然后尤其是6年天天都跟他在一起，没有自己的生活，还有朋友圈。刚出来以后我就自己就在寻找自己的空间啊，怎么样的。然后在第20天的时候我就受挫了，回去找他以后他就变得很绝情，然后很决绝，然后甚至放狠话，就叫我不要再找他，如果再找他的话就帮我拉黑删除之类的。然后我就因为他很反感嘛，反应很大，然后我就冷静了一段时间，冷静了1个月左右，然后我再去找他，让他情绪平复一下嘛。然后我再去找他以后，然后打电话给他聊的还挺好的，然后后面我陆续有给他煲汤什么的，叫跑腿送过去给他，然后他也挺好的。但是后面第3次煲汤的时候，我想亲自送给他，然后他就很拒绝了，很反感，他说我不要打扰他，我打扰到他了。然后后面我发消息给他，他就不回我了。首先啊，我是真心觉得你完全是因为太无知了，所以才想挽回的，知道吧？就是你之所以想挽回，是因为你太过于无知，没有见过世面，没有见过更多的男的，你才会想挽回的。说白了，你跟一个人在一起6年的过程当中，你被养废了。其实你没废，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年轻，24废个毛废。但是你的脑子、你的意识目前是瘫痪状态，
目前就是跟一个6岁的小孩没有任何区别。你绝对是不应该挽回这个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关系本身它是基于什么而发生的？是基于物质而发生的，是基于你想要一个更优质的物质条件而发生的，对吧？是。但是这个人如果没有这个米，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做根基的话，你不可能跟一个比你大30岁男的，这个没错吧？是。那么米是你们2个人在一起的大基础、大前提、大条件。现在要推所谓的什么谈婚论嫁，如果连一个房子都没有，你怎么敢跟这个人谈婚论嫁呀？如果你不是因为脑子糊了，脑子瘫痪了，你怎么可能跟一个比你大30岁的男的走谈婚论嫁，连房子都不搞啊？不可能的。他说给我300W 这样子。我觉得但是我就觉得你想要多少房子？300再加房子还是什么意思？你当时跟他谈的条件是什么？他说的条件是什么？他说给我300W，然后我就觉得不够，然后我就想让他再给我买个房子。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在1线城市的房子有多贵？他说我没办法给到你这个东西，如果你要的话你就自己想办法。是这样子的，姑娘，你找的这个男的本身呢，他的经济条件也没有说达到那个地步。他也就是一个，他年入多少啊？我觉得他年入也就200-300到头了吧？没有，他年收入2-3千个。2-3千可能是建木一吧，可能是营收吧。营收跟利润不是一件事儿哦。营收跟利润不是一件事儿哦，你要明白。具体不知道他这些东西，我从来不去参与。我是想告诉你，你听到2-3千，你只有可能听到的是他做了多少业绩，做了多少业务，懂我意思吗？做2-3千的业务，他的利润是完全跟这不是一码事儿哦，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哦。所以说你这个男的本身啊，从他跟你的付出什么1年50啊，拔也拔不动，到最后要推生孩子什么这个那个拿300，就是他的这个经济条件吧，在我看来啊，1年小几百的这么一个经济条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你要找一个比你大30岁的老头，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情况，是不是你想要的呢？首先你才24哦。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还趁着年轻，你重新出去到市场里边，还是能找到很好的，知道吗？他也是这么说，他说我都60了，你就别再折腾我了。但这个就是事实啊，大姐。现在你的执念把你都推到坑里头去了。他说的是事实啊。他承担不了你想要的这种经济条件啊，他根本承担不了啊，他没有那个实力啊。而且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这样？但凡他今天如果才40岁啊，我相信他可能会冲这一把，但是他的年龄他冲不动了。他现在的下行不是代表现在的下行，他现在的下行代表的是他此生的下行，知道吗？他上不去了，他已经过了那个他的最风华正茂的那个拼事业的那个年纪了，他现在是要退休了。对，他老想退休，把他孩子扶上去。所以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你对于别人的人生来说只能充当一个边角料。现在你这个边角料要占用的这个经济成本太大了的话，他没有续航能力了。你跟他在一块什么搞娃什么这样那，你以后再怎么搞呢？你无非也就是带着一个娃，他给你一个比较少的一个生活费用，你最后还是得出去冲，知道吗？你最后出去冲，他还是要必走的一步，你还不如现在冲，你现在才24。但是我真的还是很想跟他在一起，很喜欢他。你不是，我跟你讲，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喜欢。我跟你说了，你今天跟我聊的所有天，是因为是基于你18岁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没有经验，知道吧？没有眼界，没有格局，才会有我们今天这番谈话。
你所谓的喜欢是因为没见过，没体会。一个人给了你所有的关于男性的定义，这是非常愚蠢的。你但凡出去见一见大千世界，你就会知道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所谓的什么受挫了，你出来20天那个叫受挫了，你2年再来跟我谈你受挫。没有，现在3个月了。我跟你说了你说你感受到第一次出去反扑是20天呢，20天去反扑的呀。对啊，你要有2年的空间。你要是这2年你真的好好的出去社交了，好好的出去啊，别管你是重拾就业还是怎么样了，你这2年要是能这样，你不可能讲出今天这番话，你知道吗？那如果我去找他和好的话，还有可能吗？基于他这种情况，他现在呢，应该是旁边也会有一些新的，知道吧？而且在你之后，他大概率会，他要不就2个选择，要不然就是再去找没见过世面的，要不就是再去找那种40几岁的，他不用操那么多闲心的。你这样他就说他要找40-50岁的，对的，他去找40几岁的，知道吧？因为那样的人，他才觉得别人花不了他多少钱，还能给他养老。你已经不在这个择偶框架里了，我是建议你放弃啊，别耽误时间。没用了是吗？我建议你别找，好不好？不要搞得自己没自尊。我自己没自尊。好，谢谢曲老师。我跟你们讲，我太知道了，男人生命的不同阶段，他要的女人的功能性不一样，知道吧？人家不是说了吗？中年的强心针，老年的拐杖。他现在不老年，这个他步入到经济下行周期了，而不是周期，是永恒的经济下行期。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退休了，相当于是他的行业在这几年如果还有波动，还有下滑，是吧？他自己的年龄又到这儿了，他没有东山再起的心气儿了，他本来就一直没有突破过那个阶层。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看为什么很多老板他们在40岁之前会拼命的搞，想要一次干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想要一次干发财，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到60岁他是拼不动了，知道吧？这个阶层啊，翻上去了他就翻上去了，翻不上去到60岁他就翻不动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老板呢，他是很早他是看明白了这件事儿。所以为什么你们看到很多40岁以前的老板，是吧？他们在30岁到40岁这10年期间的时候，会就是那种玩命的干活，玩命的工作，别人都是996，他是007，那都不得止。玩命的干，就是为了干嘛？翻越那个资产上限，翻越 A10，翻越10位数，知道吗？因为他们认为翻越了10位数以后，他未来一生就不会再往下掉了，而且还能维持他现阶段，他想要怎么找女的就可以怎么找女的，想要怎么给女的花钱就可以怎么给女的花钱，他有无限的经济支撑，他后面那几十年不用干活就能活得如此之潇洒。他翻不上去了，他到这儿，他到60岁，他又进入到下行周期，家里还有一大堆子人要养，然后他只能拿着以前的这个本，对吧？以前的老本。但是你知道，一个人他赚钱，他的开支是非常大的，不是他开支大呀，他底下的女的子女开支都大呀。每一个人读书，1年读书要多少钱，对吧？在国外上学要多少钱？很有可能他一个小孩在国外1年就要几百个 W， 他如果说手松一点，一个小孩在国外他就要这么多，明白吗？他在这个账他一算，我这盘不转了呀，盘不转了，他手上的钱不可能变更多了，只会变更少，他盘不转了呀，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说到这个时候人家要拐杖了呢？为什么人家要拐杖？他要找个只比他小个10几岁的，他觉得这样的女的，他一个月跟别人给2万，给1万，别人会觉得我靠太好了，太开心了，是吧？别人的那中年阿姨觉得我靠，我找了一个这个男的，我简直是被财神爷砸中了，对不对？然后别人可以无限的服侍于他，对吧？然后一直陪他走到最后，成本他也完全可以承担，他这个账算得过来的呀。在你们这儿现在是什么？他算不过来这个账啦，
你再跟他搞个娃，搞了以后这个娃又要那么多的养育基金，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女的还在上升期，24岁，你到24岁到44岁，20年，你就按以前的这个花法，1年也得50万，他不愿意再承担这个成本了，明白吗？你还在跟他谈什么房子这个那个的，他这个账一算下来，你这个后面的20年，感觉他要花掉2000万，他没有，他手上都没有那么多现金，他很有可能手上也就2-3千万现金，2-3千万现金要管到一生啊，知道吗？对，金钱组织架构，他2-3万现金，他要管到他自己100岁，还要全家都管好，你说他怎么管？这就是这个问题，知道吗？这就是个算账明账的问题，其实就是个数学题，它就是个数学题，你们以为？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找不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所以啊，我跟你们讲，姑娘们，跟爹爹在一块儿也好，或者是搞乱七八糟的非1对1的关系也好，我们一定是在2年之内要上一个台阶的，知道吗？我告诉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绝大部分时候，你们遇到一个男的的时候，就是这个男的在向上疯狂往上爬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吧？你们跟这个所谓的大佬，就是在疯狂往上爬，可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风口啊，这个周期啊，它哪一天它就停了。如果你在2年之内，你不能把自己往上干一个台阶，这个人很快他就使不上劲儿了，知道吗？他很快你不能保障你跟的人他一定会是常青树啊，这个保障不了的。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在时间很短的时间，你起码你要知道你做这件事儿，你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你在图什么。你像这种什么6年图了300个 W 的，就是稀烂。我跟你讲，6年图，我跟你讲，2年500打底，知道吗？就你们这种什么24岁跟60岁爹爹的，2年500打底，2年没有500，你这个真是谈都不谈，真的。因为我跟你们讲了什么？你2年你要干出10年的收入啊，是不是2年要干出10年的收入，才说明这个关系有价值啊，对不对？你2年干不出10年的收入，你跟这个人一耗6年，好了耗退休了可还行，直接耗退休了，别人把你裁了，别人裁员给你裁了，你说你还搞什么呢？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喂，你说。你好，菊旭。你说。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今年30岁，然后专科原生家庭稀巴烂，颜值6.5左右，扯过快乐症，有一个篮球，目前在新1线城市生活，然后年薪目前100个，还在稳定增长中。性格就比较活泼讨喜，会提供情绪价值。现在是跟篮球的爸爸虽然扯了快乐症，但是为了篮球现在还住在一起，然后大概2年左右的话就可以分开住了，就是彻底脱离。现在因为情况不允许，都是在那个 APP 上认识谈的异地恋，但是谈的都不长久，大概2-3个月就分了。谈的都是那种就是有一些光环的，没有婚史，跟我差不多年纪大的男的，就那种精英男。分手原因应该都是互相下头吧，就是他觉得我好像，因为都知道我情况，我也是那种就以前没认识你的时候都是那种比较坦诚的对对方，然后我对对方下头是因为我觉得就挺鸡肋的，除了光环一无所有的那种。然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情感方向，就我这种基本盘，如果以后打算找长期稳定的发展对象的话，应该往什么方向找？因为我可能不想再找那种精英男了，不想，就觉得不太适合我。不灵不灵的高跟鞋穿了几双之后，发现确实不合脚，确实走路挺难受。
对吧？就那些男的在市场上，其实就大家看都还可以，但其实我真的一谈了，感觉真的不行，就是这样的真的不行。精英男就是这个样子的呀，精英男都知道自己是精英男，所以他对任何的女的，他都就是会觉得你就该舔着我，你就该对我好，我不给你花米就是应该的，就是这样的呀。他们早都被市场惯坏了呀，所以我不是常常说他们就是那个 T 台上面不灵不灵的高跟鞋，看着好看，走路那是一步走不了，就是这样的呀。你想找男人的话，其实就是首先看你最想要的这个男的的特征是什么，在相处过程当中的感受，你最想要的一些感受，你自己能说得出来吗？可能是更多的是想要情绪价值吧，因为这些男的就是赚的都没有我多，然后呢也都不付出米。你想要情绪价值，那你找什么精英男呢？你要是说你还想找什么跟自己门当户对的，你找精英男我可以理解。你想要情绪价值，你找什么精英男呢？就是以前不知道，然后其实这些男的也都是他们主动来，就是可能是觉得我还行吧，就比如说赚钱能力、外形，然后性格，但是其实一深入相处了，觉得我也就那回事儿。大家都这样。要不然呢，你就找弟弟，知道吧？找软件上找弟弟多好呢，找长得帅的、身材好的、花不了几个钱的，对不对？就这种，他绝对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带人家出去玩啊，吃好吃的干嘛？人家就觉得很开心了，还能让他就是降低一点在这种城市里头的生活压力。那我可以找我现在目前自己的方向感觉是可能找那种跟我一样也有过婚史的，是不是好一点？不是，完全不是。我跟你讲，这个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你的操作策略的错误，知道吧？你就不该跟别人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你也不该抱着一个什么我要找什么结婚对象这个那个。首先，你就是一个大大方方突然出来谈恋爱的态度来的，也不需要跟别人交代你的历史，交代你的过去，就是单身。就是谈恋爱，对，我以前可能就太坦诚了，因为以前虽然经常刷到你，但是没有就是一场完整的直播。但我现在看完完整的，我就发现，确实不能说。对呀，我建议你先下去把我们金贵的关系学一下。好的。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个人发展的，就是我对自己的认知就是还算比较清晰的，就是短板嘛，就是家庭、学历，然后有过婚史有求；长板就是可能有持续的赚钱能力，然后外形性格应该还算可以。然后我现在想在可以改变的地方补一下我的短板，就是打算出国留学。你觉得这个方向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不是你要转念呐，姑娘，你知道吗？你的表述方式有点负面。如果你的表述方式是负面的，那么在你做的很多事件当中，你会找不到力量跟动力。你的表述方式就应该是我已经把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大事都完成了，所以现在于我而言，做什么都是进步。做什么都是增值。因为我现在已经30了嘛，然后2年之后可能才会去出国留学。你30了怎么了呢？你娃也有了，婚也结过了，什么玩意儿没吃过吗？这属于是。确实清晰了。对呀，你有什么必要去给自己下这种定义呢？好的，那我没有什么问题了。好，拜拜。你们明明处在一个无比完美的人生状态，非要自怨自艾，那就没人救得了你，是吧？一个30岁要啥有啥的女人，你们是属于是不是一个要啥有啥的女人，对吧？要钱有钱，要年轻有年轻，要样貌有样貌，你要什么有什么，简直就是无敌。对吧？每天起床看着镜子，看看自己，就展现出不可思议的状态。妈呀，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要把我创造的如此之完美，让我要什么有什么？哎呀，我真是觉得很慌张啊，很惶恐啊。这么美好的生活，什么最优质的东西都在我身上，应该这样吗？
看来我多应该做点善事儿，是吧？多做点慈善，要不然对不起老天爷对我的这个福报，对不对？这个年龄，你的样貌也还没有衰退，青春都还在，身体素质嘎嘎棒，又有球了，啥大事都解决完了，也没人跟在你屁股后面催婚，哼，是不是？年入百万，你还要干嘛？你还要什么自行车？还要什么自行车？对不对？连你这样的女人都在思考着，哎呀，我都30了，你让别人怎么活？别人还活不活？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啊。来下一个。我每天就是搞各种差异化竞争，是不是？我说我就是颜值主播里边知识水平最高的，知识主播里边颜值最高的，我太完美了，我一点短板都没有。Hello， 你好，你好，Hello， 旭旭你好，你说，我的稿子很长，然后大概有7分钟，我尽量的在表述清楚的情况下，就是保证这个效率。我今天的问题。我跟男嘉宾如何奔着长泽方向来开始这段关系？我的基本盘，我是文字和语音1v1的会员，38岁，有一段围城史。长相属于五官比较漂亮，但是个子比较矮，看着也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学历是211本硕，在漂亮国生活过1年，2个粉球，一个是前夫的，一个是前男友的。老大是在漂亮国出生的，目前2个孩子抚养权都不在我这里，但是老大大部分时间跟着我生活。我是19年扯的快乐证，分开是因为双方严重的3观不一致，当时前任不同意，我为了换取自由，放弃了一切财产和孩子的抚养权。拿到快乐证的时候，全部身家是无房，只有1个 W 的现米加1个5W 的二手车。自己重新注册公司，从零创业，到现在4年时间，平均下来每年年收入接近200个 W。但是今年业务下滑的特别厉害，我就特别空闲。有多次跟男嘉宾表达过想跟着他学习，觉得他太辛苦了，想帮他分担一些工作的想法。然后我前段时间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不确定以后会怎样，做了冻膜卵。这个事情男嘉宾也知道。男嘉宾比我大9岁，去年扯了快乐证。这几年因为政策和口罩原因，他对形势的判断不准，做出错误决策，导致生意产生巨大亏损，家庭资产急剧缩水的过程中，双方价值观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他提出要扯快乐证。当时他前任大概分手了10几个小目标的资产，这些资产基本在国外，他自己只分了大概2000多 W 的资产和公司。但是有个要求是他前任要把国外资产处理一部分后，把国内几千 W 的债务还清。当时他的前任是同意了，后来找各种理由拖延，因为所有债权人都是男嘉宾的朋友，男嘉宾就以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要求重新进行资产分配诉前任。他说发起这个诉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要给借米给自己的兄弟一个交代；第二，从他前任的一系列操作来看，他认为前任的能力和德行很可能拿不住这些米，这都是他自己辛苦赚回来的，与其可能会被他造没，还不如现在拿回来。第三，当时同意这么分，是他对自己的赚米能力很自信，现在来看经济下行，赚米难度大了很多，拿回来一部分也算是给自己兜底。因为涉及到国内国外的诉，预计要持续好几年，诉的过程中，他前任采用了很多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法来应对，这个过程让男嘉宾非常内耗。我跟男嘉宾是3个月前对碰平台认识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伯乐男，我对他的能力、人品、性格、长相、年龄都非常满意。头2个月都是我每天主动联系他，现在2人每天早晚都联系，但是我们没有聊过 S 的话题，就是聊工作，聊每天的生活。但是我会说想你啦，有没有想我之类的话，
早上一般是地球号或者电话简单的聊两句，然后各自忙工作。晚上通常打电话，经常一聊就聊好几个小时，有时候会聊到后半夜，甚至3、4点。他平时工作很忙，但是有空的时候会约我吃饭看电影。最近一段时间大概每周会见2次面。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双方都很愉悦。但是我们认识3个月了，中间他出国出差加起来大概1个月，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亲密动作。单独相处的时候，双方都很克制自己。我克制是因为听了你的很多直播，开启一段关系不能由女方来推动。我跟他开诚布公的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因为跟前任10几年的围内关系一开始也是很好，现在弄得像仇人，让他现阶段心里对长期关系很恐惧。如果对方是个图点什么的人，双方约定好各取所需，开始一个短期关系，他肯定就没什么压力。但是在跟我接触的过程中，他认为我是对感情非常认真的人，对他的期望值也很高。这让他觉得压力很大，怕自己达不到我的期望，万一也像他前任那样因爱生恨，还不如不要开始的好。但他也觉得跟我相处很开心，说我是个开心果，精神上可以交流，我的能力不错，也会是他很好的事业合作伙伴，生活中又会做饭，应该也能给他照顾。我的人品也非常好，他是把我作为一个长期关系来对待，但是他不确定如果作为伴侣我们能够走多远。现在他跟前任之间的树以及自己事业上都遇到很大困难，他也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再不确定能对我负责的话，他更愿意把我当成长期的朋友自己去相处，不想短期好了一段时间分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他也很愿意后面带着我一起做事业，我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都会非常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处理面对。无论什么时候跟他打电话发消息，他就算当时在忙也会给我回应。目前他事业上提了马上计划开展的3个板块，他也会带着我一起做。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关系应该怎么进行下去。如果我非常主动的推进这个关系，我感觉他应该不会拒绝。我能感觉到他还是喜欢我的。他有说过我们2个都不是老手，2个人好像是小男生小女生谈恋爱的感觉。不过他的恋爱经验还是比我多很多，大多都是别人追他。但是我怕这样会把这个关系推到一个短则里去。如果维持现状，我也不知道自己要等多久，能够等多久。目前肯定是我跟上头。我有问过他，如果我等不了那么久跟别人好了，他会不会难过？他说或多或少肯定是会有，但是他能接受。说大家都是成年人，没有必要去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然面对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我自己也想过，如果说只是短期的关系，就是也很难遇到一个方方面面自己都很喜欢的人，我也不后悔。但是呢，就是还是想听听曲的建议，就是我后面该怎么走才有可能往长久的关系去开始这个关系。他要拉你做所有的项目之前，你先全部滴滴一遍，全部找人全盘调研一遍，带着律师全部入场啊。首先你要确认这个人不是个骗子，这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件事儿。你现在、这个我是非常确认的。你别no，不是的，不是的啊！从你的表述来看，你的上头的程度远远的超越了你们俩关系的程度。你的所有的事情，我们说事出反常必有妖，懂吗？你对这个人的上头非常的莫名其妙。这个人在这种跟你2个人没有这么明确的关系的情况下，跟你交代这么多什么他跟他前妻什么这个亿那个亿那个亿这个亿的没搞清楚的，也非常莫名其妙。他给了你不该给你的信息，你对他产生了不该产生的情绪，所以说你们这都是不对称，知道吧？不应该，不合理。任何的不合理，我们都应该去把所有的东西搞到最明确。你不要脑子犯糊，知道吗？他如果要拉你做任何东西，先调研。至于你说关系很简单，如果他所有东西都是真的，你们俩一起做事儿能够做得好，做得明白，那么2个人走男女关系，那个叫水到渠成，根本就不需要你动额外的脑子，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对不对？2个人又能做事儿，又能谈得来，什么都很好，那为什么不走男女关系呢？没有理由。所以说如果你们俩真的双方都很真实知根知底，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搞得很愉快很愉悦，
到了，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合作，真的合作了个1年了，想要推男女关系不要太容易哦，就怕的是所有的这些啊，你们通过3个月的时间聊的这些什么1、2、3、4、5、6、7、8的东西，很有可能是，我跟你讲啊，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是什么呢？你知道现在这个大环境是这样的，不是很多人他一出来就是骗子，是什么呢？是因为很多人他现在产生了经济上的动，就是他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可能这里那里的坑啊，他突然之间出了很多坑，这些坑推着他从做事儿变成了骗。所以说有些时候是什么呢？你好像看似好的东西也挺真，好像也能查得到，但是真正到了这个项目本身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很多人他已经是没办法了，说白了他没办法，他只能够转了，知道吧？从做实业的转为做某炸的了，就这样。所以说呢，我给你提个醒儿，你不要上头啊。我看到了很多的评论说都是猪猪盘，我觉得这个信息里面是有不对称的地方的。就是男嘉宾其实你听我讲啊，你别说话，是不是猪猪盘？不是我们这样说的，知道吗？我刚才跟你走的路径一点毛病都没有。如果不是，你只管跟他2个人往下做，生意做得好，做得舒服，做得愉快，还能为双方产生利益，2个人走男女关系叫水到渠成，跟你所想的事儿没有任何相背斥的地方。但是你顺序不能搞颠倒了，你顺序一旦搞颠倒了，搞男女关系搞上头了，完了以后再乱投米，乱搞事情，最后米也没了，人也没了，那就废了啊。我们后面要做的事情是不会涉及到投米的，做了再说，好不好？先所有东西搞明白再说啊。所以你的建议是我不要主动推是吗？对的，没有到那个地步，好不好？好的，就这样，拜拜。你们有的时候啊，身处在那个局面里头，知道吧？我跟你们讲，真的，现在骗与不骗之间啊，他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明确的一条线，知道吗？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明确的一条线，因为有些人他是什么呢？他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成，懂不懂？但他很有可能，他有很多种方式方法，他有可能是什么呢？他叫搏机会，机会主义。现在就是他比如说啊，在他以前他什么都做得很好，顺风顺水的时候，对不对？那说白了，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价值，没有利润，或者说不一定能成，他就不搞，对吧？但是他现在变了，现在为什么呢？因为他缺钱，他是不是欠债呀？1、2、3、4、5都是坑啊，他都是坑怎么办？如果他没有生意可做，他是不是这个坑更填不起？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的风险偏好反而会变大。他原来不会做的事儿，他现在会去做了。但是呢，他知道这个事儿风险大，他怎么办呢？他知道这个事儿，我所有的东西我还没搞明白，我还没搞清楚，我不确定。但是这是我的机会，如果我不进去，那么我是肯定赚不到这笔钱，对吧？虽然我按我以前的风格，可能我不会搞，我没搞明白之前我不会搞，但是按我现在，我实在是慌啊，我手上没米呀，怎么办呢？我现在有一个项目，我觉得模棱两可，对不对？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怎么办？拉几个人进来分摊风险。但实际上呢，分摊风险约等于它其实约等于骗，懂不懂？他真正能稳着赚米的时候，他不拉这些人，知道吧？现在是坑多了，窟窿多了，他着急忙慌搞啊，怎么办呢？多拉几个人进来一起搞，他自己也没看明白，自己也没看懂，怎么办？多拉几个人进来一起承担，懂了吗？那最后这个事情炸了就炸了咯，反正我已经，比如说我现在已经亏了3000万了，我再亏也就再搭个500万，再搭个4000万，我总是个老赖了的。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他当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他反正已经这样了，他就是破罐子破摔，他主打就是个破罐子破摔，他搏的就是那个机会。其实我跟你们讲，在这种情况下搏机会，一定一搏一个坑，
一搏就是一个坑，知道吗？在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慌的时候，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诱惑都是坑，就是这样。因为大家知道这些人在恐慌啊，就有些人会不断的去制造机会的陷阱啊，就是这样。你们啊，我跟你们讲，所以为什么我老跟你们说，所有的东西啊要啊，哎，对，儿总说的特别对，因为这种时候你脑子都不清醒了，你要是这个时候再去跟这个男的搞个男女关系，会让你的视觉更模糊，知道吗？你整个就被他糊住了，你个脑子就蒙了猪油了，懂不懂？我不是说这个男的一定是假的，一定是怎么，但是我说起码你得方方面面的调研，你得做得一清二楚。有的时候你现在不一定要投米，但是你是不是共同责任承担人呢？共同责任承担人，你有没有可能去带呀？有没有可能让别人帮你们垫付啊？有没有可能？是的，现在这个钱我可能不用，我不用自己投，但是我参与这个项目，我是不是拿着我自己背后的企业做，我自己拿着我自己背后在盈利的东西在参与，对吧？这个是我的背书嘛？这个是不是我的背书？他拉着我一起进来干的时候，我是不是拿着我自己在盈利的企业背书，在跟他一起背书，对吧？这个背书能干嘛？这个背书能不能贷款呢？这个背书能不能找到人垫资啊？能不能提前找人帮我们施工啊？你明白我意思吗？那这些东西呢，不是债，不是债务吗？是不是债务？它其实是一个逻辑。那到最后这个事儿搞炸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挂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在不在上面？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你看起来现在没掏，你都后面要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转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错过直播，以及是想要找我们啊进行什么什么服务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你好。你好。能听到是吗？好的，那就是我第一次在直播看直播，我不太怎么操作。我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然后我呢，今年40岁，然后年收入是60个 W， 然后理工科的博士，然后我是离异不带孩子，然后颜值呢5分吧，身材很好，身材很不错。然后我是在大学工作做教师，然后也做过车模主播，然后性格也挺好的。然后男方呢也是40岁，跟我同岁，他是一个金融公司的董事长，然后全国有很多个分公司。我们9月份公务出差的时候认识，然后我是被他追求的一个状态。后来呢非自愿发生了这个关系，然后相处sorry，你说相处1个月的相处1个月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和女嘉宾在一起4年，有2个粉球，但是始终未婚，可能是跟他开公司的这个风险有关。然后在相处1个月的时候，他答应给我45个 W， 但是始终未兑现。在我想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带球了，他想要篮球，然后结果真的是篮球。我说我想领证，留下这个篮球，然后就暂时不用他和女嘉宾分开，然后他同意了。然后结果在认识2个半月的时候，我们去领证，然后他实际付出是0。然后领证之前呢，他公司遭遇资金周转的问题，让我去借贷帮他，然后我拒绝了。但是我借给他50 W 的现金，然后之后呢就领证，然后我们签的婚前协议呢，他都是同意的。现在呢带球3个月，然后我呢很迷茫，我说养孩子需要花钱，可不可以让他先付2年的抚养费，就是200多 W， 然后他说周转有问题，不同意。
我现在想问，我是应该夹掉这个蓝宝离开呢？但是我年纪比较大，而且已经怀孕3个月了。你多大？带球3个月了。你多大？40。你年收入多少？对，60。年收入60是吧？首先啊，你别说了，我跟你讲，前面那是个半杀，你这是个全杀，知道吧？半杀全杀，半杀就是我还没法判定，还让他判定一下的。你这个都不用说了，你这是个稀巴烂的个骗子，你这属于是，你这已经是盖章了，盖戳了，这属于是。40岁了呀，姐姐，你赚的也不是很少，能不能有点认知啊？你这个婚结了是干什么的呀？你这个婚结了是干什么的？你到底结了个这个婚是为了啥？他的工资，我现在觉得是有前景的。有屁的前景，有前景关你屁事！别人有常年女嘉宾2个球，人家那个公司有什么东西跟你有关系吗？啊？你在这，你现在是在给米给他养娃呢？你干嘛呢？是，我的天哪，你简直是疯了！我跟你讲啊，首先第一件，我跟你讲，找律师啊，找律师，第一件事儿，你就告他重婚，啊，告他重婚。第二件事儿就是说，因为他欺骗你，以婚姻为理由，然后让他把那个50个 W 还给你，这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必须要扯快乐证，啊。第四件事儿，这个球你爱留不留随便你，反正你自己40了，你要觉得你想要你就要，但是你不要跟这个男的产生关联。我知道，但我感觉他说的也没有，他资金如果周转过来的话，他其实每个月盈利也挺多的，就上你这周转来了呗，就上你这周转来了。你们总共认识几天呢，大姐？啊，你认识几天？可是我每走一步都没得选。什么叫没得选啊？我最开始怎么就没得选了？你可什么事啊？哎，首先是这样啊，我这个有球了，你有球那是你的事儿，你独立女性，你爱带谁的球那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被一个男的骗米呀！你可什么事呢？什么叫被你推的没地方走了？就算你稀里糊涂给他领了这个证，这个米能够不给他吧？关你什么事儿啊？人家是有长期女嘉宾，还有2个球，别人不给他周转，要你周转到你这来，你哪位啊？他说他的房子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抵押了，那是啊，1分钱都没有，全世界都被他骗完了，就剩你了呗。你还说什么呢？全世界的亲戚朋友都被他搞完了，就剩你了，就到轮到你这来了咋？你是个新货，新猪，对不对？那我现在想把这个球，我现在明白这个情况了，我把这个球去掉了之后，我能从他要一些补偿。要个毛线！这男的穷的叮当响。你查过他征信没呀，姐姐？查过，因为他公司我都去过，在超一线城市，然后的 CBD 公司是很大，大概1500个员工，然后他全国大概有很多分公司，这个是确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查了他征信没问题是吧？没问题，征信一点问题没有，目前没问题，没有问题。那你就去他那个家，然后他的月盈利大概是300W 以上。他月盈利300W 还从你这呼50，是吧？月盈利300W 还从你这呼50，这个月盈利300W 你是从哪得出来的？他说的。牛啊！你们这是666啊！月盈利300个 W 的一个老板，还要找你周转50个 W， 怎么想的呢？你这脑子怎么想的呢？这个账，我跟你说啊，你别在这跟我扯淡了啊！首先你呢，直接我建议你啊，你就去他那个家里，知道吧？先把证据啊该留的留，好不好？该闹的闹，让他先把那个50先退给你啊。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我这么跟你讲吧，好不好？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月盈利300个 W 的男的，他脑子坏了才跟你结婚，才跟你闪婚，你就把我这句话给我听进去。
你可别做那公主梦啊，别做那公主梦。他要是一个月银领300的男的，他跟那个女嘉宾100年都没结婚，带2球没结婚，他现在来跟你闪婚，那就是他脑子有坑。我告诉你，那100%他脑子有坑。所以说这件事儿在这个世界上它是不存在的，好不好？在这个世界上这件事儿是不会发生的啊。就是我其实是不可能要到什么补偿。你现在就上去闹。你第一件事，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去过他那个1500人的公司是不是？2个地方去，一个是他那个女的先去一趟聊一遍啊，聊一聊，你别听他一个人讲。第二件事儿，再去一趟他那个1500人的公司，再去一趟，你就会发现他是哪位了。去吧，好不好？我其实是想要一些补偿，我不知道有什么方式。你先去呀，大姐啊！他要是个保安，你要个毛？你要什么？不，这个不是的，这个我确定的，查证过，这个没问题的。你听我的，这个没问题。在他不在公司的时候再去一遍，你查证个毛线？你查证？别人原来带我去上市公司，拿着上市公司的合同给我签合同，你知道吗？还要补偿？你要个屁！我都跟你说了，你直接就告他，直接就是某诈，知道吧？直接就是某诈，拿婚姻期满某诈，一是重婚，二是某诈，你直接就是找律师，你不需要跟我在这谈这种鬼天。就这样啊！哎，我的妈呀，真的是啊！你这，哎呀，我一身的汗。我跟你们讲，那我原来被骗子骗的时候，还不是跟感情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别人是拿着上市公司盖了章的合同来跟我签字的，知道吗？人没了，人被抓进去了，我拿着上市公司的合同去，人家结果才发现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在这儿的。我跟你们说，我能跟你们胡诌吗？我在这儿，我能在这儿跟你们胡诌吗？那不都是血淋淋的经验吗？啊，我的血淋淋的经验告诉你们，没有这样的事儿，好不好？哎，给我，你知道吗？我拿着人家上市公司盖了章的合同去人家上市公司的时候，人家上市公司以为我是个骗子，叫了10个人把我一围，你们知不知道？人家拿着摄像机就过来，叫10个人把我一围，说你这哪来的个哪给我们刻了个假章盖你的合同上面？是你们没有听见最近有一个有一个事儿，你们知道？我被抓的鬼呀！我把钱给别人了，又不是别人把钱给我了。我是受害者，小爸爸，我是受害者，我就是那个被骗了的。我唯一的尊严是在于我跟那个人没有男女关系啊，这是我最后的一层尊严了。我靠！我跟你们说，我这辈子就是这样的。那跟我有男女关系的人呢，别想从我这搞的1分钱，能从我这搞着钱的，都他妈是跟我没关系的。跟我但凡有点男女关系，只心被我搞，那么不能从我这往他那掏的。哎呦！真的是气不气人？你说跟我在一块过的男的也是挺气，知道吧？但凡跟我谈情说爱，那是1毛都骗不着，1毛都骗不起走。哎呦天哪！哎，我刚说哪儿了？你给我一打岔。我说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故事啊？就最近才发生的。就是有一个那个京东跟美的，不是，对，京东跟美的的一个供应商骗了别人几十个亿呀，几个亿还是几十个亿？你们看到吗？那个罗布章那个故事你们看到了吗？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故事？我再跟你们复述一遍，太
牛了，你们知道吧？真的太牛了，300个亿啊！刚刚这位女嘉宾，你听一听，我跟你啊苦口婆心跟你说一说，那个他们是原来呢是京东跟美的的一个小供应商，是吧？叫什么公司？是不是诺亚？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呢就因为他们做过他们的业务嘛，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拿很小的一部分的业务，但是他把这个业务呢就弄得很，就是他自己伪造的这个合同啊，就把它弄得很大很大的业务，然后他就拿着这个业务出去带米，出去找各种京津机构带米，知道吗？因为他是跟京东啊、什么美的啊，他们这种大的集团公司签的这种合同嘛，所以这种合同对于那些愿意拿米出来带给他们那些京津公司来说呢，都是非常有分量的。他就拿这种合同出去带米，然后正常的别人是不是要去验证他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对吧？但是呢，你很难，因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小供应商，他只是说他没有那么大业绩规模，但实际上他就把这个业绩规模相当于就是伪造了嘛。结果他做到什么地步？就是因为人家那些京津公司要发函发到这种京东啊、什么美的啊这种公司去，然后要确认啊，你们是不是要找我们带这个米这个事儿，对不对？他直接找人到，就是做了个假的那个员工证，然后跑到人家那个京东啊什么他们这种公司楼下去等着，然后看到那个 EMS 来了，就跑过去拦他。然后把人家那个 EMS 给他送的那个件儿给他拿出来，现场给他盖章，盖完了以后，然后让人家 EMS 给他回去。他就靠这一套如法炮制，搞了300个亿。你们知道吧？你们觉得是什么很高超的东西，到了最后他要执行的时候都是很接地气的。所以你们所谓的我去他那个公司，很有可能他可能做了那个公司的业务或者干嘛的，他可能就带你去捞了一圈，压根儿他就跟那个公司没关系，这种可能性达到 99.99%。一个月利润300万的一个人，他还找你借50万，哎呦，还什么跟你一个40岁的女人见了3个月就跟你闪婚了，想啥呀？我的天！哎呀，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想要找我们学习啊，那个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哎，你好，小拜拜。你好，你说，你说。稍等一下，我拿一下我的稿子。其实你好，就是我有学过精微的关系，然后就是觉得你对两性的认知和剖析非常的清晰，想通过这一次的连麦咨询，对碰遇到了一个瓶颈和我自身发展的问题。然后我的基本盘是32岁，颜值7、8分，身材还可以，然后本科是1本，1线城市自有公司，收入是30加，市中心有房有车无贷款，然后我父母是经商的，资产是过千，有套房产和商铺，然后有个妹妹马上要出国读研。我是有5段感情经历，然后第一段是漂亮国留学的时候是白人叔叔，然后属于那个就是4国混血8块腹肌那种，然后我们在一起4年都对我很好，后来因为就是异国，然后我就提了分手。第二段是封城期间做志愿者认识的，然后对我也是特别好，但是呢因为经济状况有问题，并且就是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谈了1年半，然后我就提了分手。然后我到现在相亲快2年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认识了男嘉宾的基本盘是38岁未婚，然后本科学历，经济行业，然后父母高知，年入应该是100加。
他的资产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最少要过千吧。然后他属于很真诚，情绪很稳定，相处起来很舒服的那种。我们2个人是线上对碰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然后后面双方都不主动有下文了。中间那个男士就是在某圈偶尔点赞评论，但是我其实是有一直在默默的关注对方。上个月的时候，他跟我就是互动，某圈互动，我就主动私信见了第2面。然后吃完饭之后呢，带我见了他的朋友们，然后我们就一起喝茶聊天呐，然后就还蛮开心的。但是回去之后就又没有联系。我到今年就是对碰过很多男士，也都很优秀，但是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就对他一个人可能会有好感，然后但他属于对我完全不主动那种。然后上周我去了他朋友的那个茶馆，然后那个姐姐就跟我说，基金行业就是去年到今年的行情不好，所以他最近状态不好，然后呢说给他一段时间，但是说他今年是没有带其他女生去过那个茶馆，就那个茶馆是他朋友开的，然后他就是跟朋友经常就是在那聚会，就是我是很难遇到一个有好感的一个男嘉宾。然后呢，有一些点是让我觉得我们2个人还蛮合适结婚的，但是对方就是完全不主动也不拒绝，就让人特别难以琢磨。所以我就想知道该如何跟他推进和相处。他是在什么？你们在什么城市啊？我跟你是老乡。你们在武汉啊？Hello， 是的，这个男的也是吧？他是在武汉，但他不是我本地人。他长得帅吗？颜值7分吧，但是这样发福了，就胖了一点。多高啊？1.7米，1.78米。1.78米，年入100万是吧？年入100万。他写的资料上是的。我跟你说啊，就是说这个男的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呢，其实就是在钓鱼的状态。你可别信他那个什么姐姐说的什么他没有带过别的女孩子过来，这是扯淡的，人家跟他一条裤子，知道吧？这个男生呢，如果说他对你没有表现出热情或者干嘛的话，就是说明他现在非常的抢手，他非常抢手，他在观望。但是呢，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有条件比你优异很多的女生现在跟他走得非常近，是这样一个状态。他的状态肯定是这样一个状态，要不然他不会让你觉得啊，怎么这么模糊呢？不主动不拒绝干嘛这么模糊都是因为有其他选择。但是有其他选择对你会其实是冷淡的很明显的，知道吧？他有一点点在下钩子，但他这个钩子下的又不深，就是因为有非常优异的对象在对比。我上次跟他吃饭的时候，我是问他，我说我们是去年是5月份见的，你这中间有没有遇到合适的，有没有谈过？然后他说没有。去年5月份见到现在1年半了。那你没戏啊。是吗？那你没戏。我跟你讲啊，我把个脉的话啊，这个男的应该是想往上爬的，他应该是想往上爬的。这种外地的小城市过来的，对吧？然后在这边有精英男人设的，也会有很多的人给他介绍。他大概率他是想往上爬的。他几年的？他是85年。85啊？85还没结婚啊？38岁今年。这男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哦，不是一个好选项。我觉得这个男的不太行。这种男的他一般来讲他肯定是很自私的。我是跟他接触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觉得他蛮真诚，然后呢
我跟他接触就是跟他相处起来还蛮舒服。我跟你讲，你想想啊，他又为人处事方方面面比较到位，长得也不难看，个子也不矮，没有明显的短板，收入也比较高。他85年的，他在武汉这种城市，也不是什么这超一线，他在武汉这种城市，他干嘛不结婚呢？挑花眼了，知道吗？他挑花眼了。而且这种男孩子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一挂的就是这一类人物画像的，都是想向上走。他跟我说他不出钱，然后他是希望比如说出去旅行或者怎么样的话，他是希望女生去做攻略啊，去安排，然后他就负责买单。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出去旅行说的跟做的往往他不一定完全一致。他平常你们俩吃过多少次饭？就2次，第一次是去年5月份，然后第二次是总共就吃了2次饭。然后第一次没有吃饭，第一次就喝了个咖啡，他就喝了个咖啡，然后第二次吃了个饭。对，第一次他是说约我吃饭，但是我那天有事情要开会，然后我们就喝了个咖啡。然后你们等于说只吃过1次饭。是谁约的呢？然后第一次吃完是我约，他朋友圈就是跟我评论点赞什么的。你约他吃饭，然后你们吃的什么？谁买的单？是我买的单，吃了800多块钱吧。然后他也没有回请你一下。对，因为我当时是在纠结，我其实跟男生出去吃饭很少我买单，特别是相亲这种。但是呢，因为是我主动约了他，我觉得我约他，然后我让他请吃饭就不知道好不好。然后我就没有，你可以买单，但是他应该要回请，懂吗？对，不管他对你感不感兴趣。吃完饭我就。所以我告诉你，我说的呢，就是虽然说咱们也不用什么证据，没什么证据，但是我跟你讲的很多东西，它是基于我们大量的案例跟人物画像的堆积，给到你的结论。像这种人，他找的不是要一般的有钱的女孩子，他要找的是能够让他在往上冲一个台阶的人，知道吧？所以他是有可能有更好的一些对象，不是可能，是100%。你压根就没有进到别人的择偶框架。好的，好不好？下一个啊，下一位吧啊。好的，我时间到了吗？对的，还有一个问题，时间到了啊。我跟你们说，就是这种就是但凡呐是这种从别的城市来到大城市，好不容易扎根儿，他一定会有一个叫好不容易，知道吧？从低一点级别的城市到高级别的城市来，然后呢还能混到一个还比较光鲜、比较体面的这种状态的，自己形象、气质方面的也不拉垮的，还可以的。这种人，我跟你们说，比本地人难搞得多，知道吗？难搞得很。这种男生，他们目标感是非常明确的，目标感极其清晰。你看，吃饭800块钱的饭啊，800块钱的饭买了单，女孩子请，女孩子邀约，女孩子请，是吧？然后呢，都没有一个回请动作。这还够不够？够不够？我跟你说的这些啦，足以论证。我跟你说，足以论证。他又不是什么超级官二、富二，是吧？他又不是那种人。像他们这样的，就是属于说白了啊，他就是属于挑狠了，知道吗？太挑了，他一定要挑到一个极好、极好、极好的。他要把他这个东西运用到极致。还跟你聊什么？我们出去女孩子安排，我买单。话倒是说的挺漂亮，事儿是一件不干，是吧？话说的漂亮，事儿是一件不干。基本上啊，类似的人物画像啊，他基本上都是类似的一个心态，类似的一个动机，知道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面等大家。来下一个来，找这种人还不如找本地的拆二代呢。真的，真心话，找这种人不如找本地拆二。Hello， 你好。你好，姐姐。哎，你说。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哎，你好，我的情况，我想咨询一下正常婚恋。然后我的基本盘是我今年30岁，然后工科博士在读，外贸的话就五六分，无房无车无存款，家道中落，家庭微负债，父母无退休工资。然后，男嘉宾情况是29岁，985硕士学历，国企年薪20个。父母体制内，我们高中同学，然后他颜值身材在7、8分，我们恋爱9年，然后他现在情况是有房有车有贷无存款，然后我们当时是在就是家里比较巅峰的时候谈恋爱的，当时我也怀疑就是说他目的不单纯，但是我们家落败之后他也一直不离不弃，然后就当时是学生嘛，然后也给了很多支持，大概有10几个。我们之间感情都还可以，他付出意识很强。我现在就想咨询问题是，就是该怎么处理这段感情，就是我们是该入围城还是该断开？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矛盾点。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异地，他现在是在我们的家乡，就18线城市工作，我在新一线城市读博，然后还要2年才能毕业。然后期间我还要有1年可能会去那个漂亮国交流，所以因为我们工作现在都很忙，然后现在很难见到面，就是大概3、4个月才能见到一面，然后感情比较难以维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毕业之后的发展问题，现在这个是最矛盾的问题。他工作就是现在国企已经定在老家，然后我博士毕业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选择机会，然后回老家的话就对我发展严重不利。这个是我最纠结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就想推进，就是说结婚，但是结婚也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房子，房子车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装修，然后我就要求说，那我们就先装修，然后再结婚。他就说，就是因为经济问题，然后，手里没有余米，然后就说等我毕业之后再装修再结婚。然后现在就是，我们问题就现这样。然后因为我家庭的问题，所以我就是，感觉他对我态度有一些变化吧。然后但是也没有，也还是，对我还是不错，所以我就也选择了，就是年龄比较大，然后还在读，我就是可能希望自己能有一些能力吧，然后，就是现在情况就这样，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希望区区帮我指点一下。先说一下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的终局有没有想象过？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状态？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认为我脑子里为自己构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描述一下吗？我自己希望的是就是能进高校，然后做高校教授吧，然后如果科研做得不错的话，可能是希望能还是在事业上有所拼搏吧。目前是这样。你的这个理想能不能在18线城市被实现？因为在那个城市的话，就是高校只有一个2本一个学校，然后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实现的空间。但是我们当时考虑的是，就是说努力去18线城市，就我们那个省会，去我们省会发展。但是也不是说就一定有机会，也只是一个前景。我是想跟你说的一个什么点啊，就是你任何的动作要跟最终的终局目的地相挂钩。我的目标定在那儿，对不对？然后再倒推我现在该做什么，我该怎么自处，我要去哪里，我做什么选择。我所有的动作不能是跟着情绪走，而是跟着目的走。我跟着目的走，不一定能完全达到目的地，但是呢，我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如果说我做的这个动作跟我的目的地完全不挂钩，就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
我按我现在这个路子走是完全到不了我的目的地的，那么这个动作无论如何都是不正确的。他这个动作无论当下掺杂了多少的变量都不正确，因为它跟我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完全相悖的。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其实最大的一个核心点在这儿，是你对于人生的终局的理解跟他对人生的终局的理解完全不一致。他的动作挂钩的是他的终局，你的动作需要挂钩你的终局。如果说两个人的终局不一致，你们两个人分开，它是时间问题，但是它是个必然结果。但是因为我家里现在情况就是比较差然后就是自己不是特别有自信，然后可以再找到你看啊，就是你听我说，你现在跟我表达的也是情绪推动，知道吗？为什么呢？在你跟我描述你要的终局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点？我问你想要什么终局的时候，你的终局里压根就没有提到过你的伴侣跟你的孩子。我在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给到我的答案里只有2个字，叫事业。但是你现在跟我聊的问题，他是我找不到一个男人了，但是你的终局里压根就没有这个东西啊！你想要的理想生活终局里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叫我那个时候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你没有。然后你现在开始纠结，哎呀，我找不到这，找不到那，找不到这，找不到那，找不找得到这件事，它都跟你最终挂钩的那个终局没有最强的关联。是，但是肯定还是希望就是说，也不能说到30多岁，然后完全没有所以说你能不能挂钩他的终局？你能不能按他的终局作为你的终局去考虑？他的终局，因为你们两个人只能选，要不就是你的，要不就是他的，你们没有中间值，知道吗？如果你那个18线城市也有你想要的那种高校这个那个的，你们可以取一个中间值，但是现在你们没有。婚姻不可能常年异地，这个是不现实的，要不就是他来挂钩你的，要不就是你去挂钩他的，对吧？你去挂钩他的，那么你所谓的什么男人的嘛，他就男人嘛，你已经挂钩了男人的终局了，那你就跟他一块嘛。那么他要的一定只是一个小日子，不存在有很大的事业野心的，这个是100%。一个有野心的男生，他是不可能留在一个18线的小城市的。他留在哪？因为他选择的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没有很高的物欲，没有很高的理想，他要的是安逸、平稳、平淡、平静，这个是他的生活终局。如果你要跟他走，那么你必须完成他的生活终局。对，是这样。这就是解决你们俩的问题啊！你的问题在人生的长河中可以慢慢解决，但是你们两个人的这个事儿你得看懂啊，你得看懂啊。就是因为我们俩已经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分手了有半年了，然后就是在中间，然后也有一些师兄就反正就遇到一些别人，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自己觉得自身条件也特别好，然后总是一些就是他总是会希望就是说女生会对他付出很多，然后的那种态度。我不知道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该主动，还是就是我现在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太过于耽误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你多大？30。你反正都已经30了，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你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知道吧？好好的把你的这个事业的这个事儿好好搞一搞，你才有可能靠拢你想要的那个目的地。否则的话，你很难的。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还是在走 Z 字形啊，又要想要搞事业，又被男人的情绪所内耗，那你那个就会变得无比之长。你还要去漂亮国，你去那边还要再去继续深造，都是非常好的打开自己的视野跟认知的机会。你那个你要所有就是说我要放着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绝对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未来所有的挑战。那么每一分每一秒其实我都是在进步的，都是在学习的，我都是在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的。但是如果你每分每秒都是走3步退1步，走2步退2步的这个状态，
一下想出事，一下想我没男人要了，一下想搞事业，一下想着这个男的不爱我了，你这个状态啊，会让你任何一条路你都走不出来。是，好的。但是就是担心，因为读完博之后就大概到32岁，那不读了吗？那个时候是不是不读了？不读了，回去结婚，不读了。现在就别读，何必呢？很耽误时间，知道吧？不读了，现在就回去结婚生子，这个就也是很好的选择。只要你自己不要说你是为别人牺牲的就可以。你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已经想好了，我就过这小日子，反正那个未来的大风大浪风险我承担不了。好的好的，谢谢曲曲。目标要锁死。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到3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什么还没抓着，对不对？因为前面就是目标没锁死啊，对不对？你等于说你前面这些年的时候，其实你就一直在这样，你把你这个行动路径拉得无比之长。我们说 Z 字形跟 I 字形是吧？一个是 Z 字母 Z 啊，一个是字母 I， 就是一个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懂吗？就是我们任何时候要先想目标，再想动作。如果你不想目标，那么你所有的动作都会跟着你的情绪跑。先想目标，先想终局，就是我想要的人生的目的地在哪？我想要的生命的最终呈现形式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有很多姑娘，她很小的时候，她想的就是我这一生的目的，我就是想找一个老公，然后有个小孩，然后我就每天在家里养花养草，洗衣服做饭。真的，你们以为很多女生不会这样？不，有很多女生她们就是这样的理想，知道吗？她们的理想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她的终局。那在挂钩这个终局的时候，她去小城市，她去结婚完全没有问题啊，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对不对？你让她去挂钩一个独立女性的终局，你跟她说奋斗、努力、进步，她会觉得她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努力都显得非常的消极，每一分每一秒努力，她都好像套着一个脚镣在往前行走，因为她觉得好像这样做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对不对？反过来你们是一样的，当我在问你们人生终局的时候，其实是在看你的潜意识，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没有这么去想过问题，你们每次想问题都是在基于当下，就是在想现在，哎呀，现在高兴了，现在难受了，现在分手失恋了很痛苦，是吧？现在结婚了，我又觉得我这个工作很动荡，就是你们每一个动作都是不停的在基于现在我什么感受啊？其实这些是在耽误时间。真正的节约时间的有效思考是想我的生命终局状态，然后再倒推的。我上次跟大家讲过，生命终局状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是看这辈子你觉得最想成为的人是谁，知道吧？就是这一生你觉得我好想成为谁，我觉得谁就是我理想中最完美的一个人，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如果你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她过得很幸福，你看到她的时候，你就觉得她就是我想要成为的女人，我就想过她这样的日子，那么你就是可能你的终局就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一个家庭主妇也很好，没有问题。这个中间它没有所谓的鄙视链，完全是在你自己的生命的成长阶段。我的人生的成长就是，我跟你们讲，我的人生成长我跟你们讲过了，对吧？我是那种进一个电梯呀，如果那个电梯很多人，我在那一瞬间，你们知道我会非常的沮丧，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走进一个 CBD 的电梯，有的很多人他会觉得，哇塞，我奋斗了这么多年，我终于走进了一个 CBD 的电梯，是吧？我走进了一个高大的写字楼，我进了那个 CBD， 我觉得哇，这么多的人跟我在一起，他们都是精英，他们都是白领，他们都知道，我觉得哇，我终于是吧，这是获得了我想要的生活状态，我终于踏上了我的人生征程的一个小台阶。我不是的，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到了一个 CBD 的一个电梯，上班时间，我一进去，那个人在我那一瞬间，我非常的沮丧，我很难受，非常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瞬间，我感受到的是一种
平庸。就是我在那一瞬间我感受到的是，天哪，我怎么会活到了，我怎么会生活进了一个这么多人都在的一个环境里头呢？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们都跟我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会跟所有的人都在一块？我认为他们会衬得我非常的一样，明白吗？就是我不出类拔萃了，我没有光芒了，我觉得我不能就是很耀眼了。我在那一瞬间我是那种感受，我就是那种感受。所以我感受到的是沮丧，我一点都不会为这种事情感受到高兴。所以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这一生啊，一直在追求一个很大的空间感。空间感就是我要脱离出来，我要脱颖而出，我要站到所有人都看得见我的地方。我就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如果一旦我没有办法脱颖而出了，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在浪费生命。我是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人想要的生命终局不一样，那你说我基于我要的这个生命终局，我再去推断我的动作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去上个班吗？还是说我去生个孩子吗？它肯定是不吻合我对于生命终局的这个定义的，对吗？所以每个人终局不一样，那么倒推的你现在的动作就不一样，这个里面没有绝对对错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氧气说话。哎，你好，你好。你说。曲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正常婚恋，然后我的基本盘是我今年30。你好，我的基本盘是我今年30岁，颜值大概6到7分吧。我自己家有几千个，然后婚前我的固定大概是2500，存款是1000，然后我自己是在美丽国生活了有10年，本科学历，我现在是没有工作的，我刚有一个篮球，然后我现在是围城内，然后我的男嘉宾我们进入围城2年半，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是个富二代，家里资产呢有几十个小目标，然后婚后我们有一套1000个 W 的婚房，然后男嘉宾是有给我转账200 W 的，然后是用于给我买车，但是最近市场不是不好嘛，然后我就没有买。目前男嘉宾的父母每月大概补贴我12个 W 用在我的生活费个人开销，然后男嘉宾自己是拿2 W 的工资，这个工资呢他也是补贴给我家里的，然后目前我们感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在异地工作，我们大概1个月的话有半个月在一起，另外半个月他是在异地上班的，异地的话他是在自己家公司上班，然后在家的半个月期间他也是有主动带这个篮球，然后他对篮球很上心，反倒是我自己因为家里有2个阿姨，我对我的球没有那么上心。平时呢平时我的爱好就是做普拉提、画画，然后做脸稿、卷自己。然后今年呢，家里的花销大概算了一下，一共花了150个。然后男嘉宾呢，可能觉得花的有点多，他有点微词。我算了一下我这个账目，我自己用了40个，另外50个是我自己存在银行里的然后60个是用在家里，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的家庭也可能父母给的也比较多，然后在美丽国生活开销也比较大，以前我大概父母1年会给100个这样子给我用。然后所有的朋友呢都觉得我过上了梦想中富太太的生活啊，男嘉宾养着也不用工作，但其实我的精神世界是非常空的。虽然我有自己的爱好，普拉提、画画，或者是卷自己做脸，但是我长期不工作啊，然后家里也有老人帮我带球，所以男嘉宾觉得我
现在可能觉得我不工作，然后消费又是之前一样的水平，他就是有点微词。我就在思考，男嘉宾他给我的生活跟我之前在美丽过的生活其实是差不多的，我父母能够给我的。那他也有一半的时间是不在我身边的，平时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微信联系，然后他给不了那种我精神上的满足啊，然后我给我的陪伴和我的爱都不太够，我整个人就是个比较空虚的状态。然后我是你们的金贵学员，我有认真研究过曲曲说的每一句话。他说女人就是要不断进步，不断提升自己。婚姻的话，要想婚姻幸福，就是要两个口袋一起抓。这个抓呢，我觉得我抓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另外我要管住他的财政方面我觉得是管的也可以。还有他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的求也是绝对付出的，这点我是比较放心。就是我想听听你给我的人生建议是什么。找点事儿干吧。我对你的人生建议，找一点能够创造价值的点位。你之所以会觉得空虚，是因为你没有在创造价值。你要不然呢就把创造价值这件事放自己身上，要不然就把创造价值这件事放在孩子身上。你还是要有一点能创造价值的点位。你说的这些爱好，说实话，这些爱好都不能充盈你的大脑，这些爱好都不能充盈你的自信心，它只能叫打发时间的爱好。是的。我之前有在想过要不要再回去念一下书什么的。念书可以呀，你也可以小成本的做点事儿，或者撺掇资源搞点事儿，或者说完完全全把你的精力投入到对孩子的教育上面。你也别让人家再给你带了，你自己想办法把孩子搞起来。那以后的话，您是建议我继续还是生娃，还是用在提升自己？你自己想生那么多娃吗？不想，其实。那还说啥呢？都不想，那还说什么呢？你又不是那种就是说特别差的家庭，然后高攀上去的，对吧？为了掌握住自己的这个牢地位，你也没到这个份上。但是我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哦，就是你跟你老公交流啊，你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他觉得你一年150个 W 花的多的时候啊，其实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他觉得你花的多，可能是因为他最近的事业遇到了挫折。人是这样的，人是在他这个地方他遇到挫折之后，他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发泄他自己的压力。他不会直接说我最近缺钱，我这个没有。但是呢，他可能今天被别人打击到了，或者有个什么单子做不成了，或者有个回款回不了了，他在这个压力上升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压力转嫁。所以这种时候他起这个反应的时候，首先在这个交流层面上啊，你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就是他一说你这钱花多了吗，你就跟他说，你说你最近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心里不舒服吗？转嫁，把它转移出去，然后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你没有关注到的情绪或者什么的。因为确确实实不管你以前的生活怎么样，但你现在的物质生活确实是你老公给你提供的嘛，是对吧？从事实层面上来讲，那么他还是你的老板嘛，你还是得关注到你老板的情绪跟感受嘛。那我们这个长期异地，就1个月有半个月时间异地，长期下去的话，改变不了的事情不纠结。改变不了的事情不纠结。你也不建议我去，比如说跟他去到他那个地方。你们现在的相处模式其实是好的，就是双方是舒适的，对不对？对，双方是舒适的，不要硬改变。你硬改变是因为有执念才会硬改，对不对？你没有这个执念，你不会去强行的去迫使自己做一些不舒服的动作啊。是。那就没有了，谢谢曲曲。好，拜拜。拜拜。我这个手机要关机了，你有没有快充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的，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而且呢，我们每一场的直播其实都会生成直播笔记。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看我们的直播笔记的也是一样的啊，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好不好？我们直播笔记就是文字版的，会把每一个案例呀，然后我给大家的一些输出呀，做一些精简啊。我跟你们说，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情绪再稳定的人都会这样的。情绪再稳定的人，他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啊、挫折的时候，因为情绪稳定的人，他不会选择宣泄情绪。越是情绪稳定的人，他越不会选择宣泄情绪。那他不会选择宣泄情绪呢，他可能在他自己无意识的状态下，他会把这个情绪转移。平时能容忍的东西，现在容忍不了了。平时不觉得有个什么事儿的东西，突然之间就觉得有个什么事儿了，对吧？然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为什么这个人他今天好像莫名其妙的他就垮脸子了，莫名其妙的他突然对一个事儿，说你今天这个菜怎么做这么咸呢？这个那个，其实往往都是因为其他地方的压力被转嫁了。所以大家任何时候，如果你们身边的伴侣啊，或者是亲人啊，亲密关系当中的这些角色发生了这些让你觉得意料之外的情绪波动的时候，你们可能就需要去思考一下，是不是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所以导致了他的情绪波动。你们绝大部分人呢，他一个比较低效的处理方案是，当对方有了一些不必要的情绪波动的时候，他的情绪波动的比对方更大，对吧？比如说很多人平时他都不管你花钱，结果他这个月他突然说你怎么这个月花这么多，这个时候可能你的情绪会跳得比他还高。你看我这不花钱那不花钱，是不是？这种时候呢，其实是在激化，对吧？而且你没有引导到对方，让他把他真实的困境说出来，对不对？甚至于你都没有关注到，那这个时候其实在对方心里呢，他也会觉得你不理解，他会觉得你不理解他，然后你们两个人情绪就是不断的在往上攀升，直至爆发，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的。越是平时不发脾气的人，他突然一下子变得情绪不稳定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儿了。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37岁，原生家庭稀巴烂，然后在2线城市有2套房，然后年收入是在20左右。然后男嘉宾呢是在对对碰的软件上认识的，然后比我大15岁，然后有过2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有1个儿子，然后第2段婚姻有1儿1女，他自己是做实体外贸的，现在基本上就家族的企业交给他第一段婚姻的第1个儿子在主持。然后我们对对碰认识的第1个月的时候呢，他给了我8个的零花钱，第2个月结果意外带球了，然后带球完之后呢，他想让我回我的老家，就大概隔着离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有差不多2000公里，他想让我回老家去养胎，然后给我转了20个。然后我就在想，其实因为我本身做完检查之后就带球1个多月，医生给我的建议是我现有的身体状况，如果我不要这个球，因为我的子宫有一点点问题，就以后很难得再怀孕。对不起，很难得再带球了。我现在想问你，就是想让您这边给我一点意见，就是首先这个球我先要不要？这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不能回答你球要不要这种问题这种问题你们俩有证吗？没有，但是带球之后，他给我口头上的说法是，他不打算结婚，就领了什么？然后因为他顾及他第2段的儿女，不知道他第2段已经离婚了，等于说他过年的时候还要回去维持家庭。不要违规。一共在一起多长时间？一共付出了多少？2个月，差不多30个。那这个肯定不能搞啊！这肯定不能搞这个事儿，你这赌命啊你！除非你准备自己养，你自己养可以。是的，我身边朋友给我的感觉也是，他说最坏的结果是我自己养，因为他有说啥叫最坏的结果是你自己养，最好的结果是你自己养。不好意思结结巴巴还没因为最好的结果是你自己养，不是最坏的结果。你的预期不对啊！我懂你意思了。虽然他有说是办婚礼，然后可以邀请双方父母，所有亲人都到场，但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
不，他跟你说的这些东西都不作数的，没有不作数的，这些东西都实现不了。因为情绪价值他那边完全是没有的。他本来是想让我回老家保这个胎，sorry， 保这件事情的。我听不到了。喂，喂，说，喂能听到吗？因为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带过球，然后就很突然的情况，然后确认之后，医生也跟我说的建议是我很难。我已经告诉你了，最好的结果是自己养，你愿意自己养你就搞。我别有别的要跟你说，这是最好的结果。您觉得他在这块付出上也会是不会大方？哎呀，不是会不会大方的问题，你这是属于赌命。我拿什么东西去判断他会不会大方？判断不了的事情一概就直接约等于没有，判断不了的事情就约等于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感情基础。2个月有什么感情基础？没有感情基础，没有大额付出在前。你要带一个球，没有个300-500万的，我怎么能推断他未来会不会有什么付出？你前面不过就是搞了2个月，2个月付出了30，怎么就不能说你可能这个球落地了1个月就是3000呢？这些东西都说不准的，说不准的东西就等于没有。你这就是赌命嘛。我懂你意思，然后除非是我可以跟他，因为他爸爸之前有跟他打过电话沟通过，除非我用他爸爸这边的关系看能不能就是能不能领，是不是对我还会有一定的保护？你这样，你要不然你就按我说的，你拿个300-500，你直接问他拿个300-500，能搞你就往下搞，好不好？好，就那我可以直接跟他提，就是孩子。就是球下来之后是需要有学不是下来之后，是现在立刻马上下来之后1分都没了，大姐。哦，我懂你意思，就是球下来是需要的，所以我要在前3个月做这件事情。现在立刻马上，你再拖1天都处理不了了，你还说个鬼？好，我知道您的意思，蛮谢谢的。就这样。好。我蛮烦你们这个肚子是怎么回事啊？不听话，不属于你。你们的肚子是别人的仓储吗？啊？这你们难道一个基本认知啊？你跟一个人没有感情基础，这个球不能乱带，这不是个基本认知啊？感情基础在哪里呀？怎么我们每一场直播都有那种认识什么3-5天在一起，什么2-3个月就搞带球，还要问带不带，还要问这那的，用什么东西推动呢？你做这个动作，它是不是得有一个大基础去推动啊？大基础全靠想象，就靠2个月给了30，2个月给了30，我告诉你啊，人家在外面请个 DIY 都比你这贵。30能不能作为一次性支出？我就让你带呗，我在外面请个 DIY 我都比你这贵，懂吗？明不明白？你觉得这能证明什么？这个对于他来说是极为划算的一笔买卖啊！我真的是觉得有句话说的很好，女人对自己一个最底线的负责，也是最不需要智力的一个负责，就是对自己肚子的负责，对吧？愚昧愚蠢的人，他就是越是愚昧越是愚蠢的地方，他就越是不对这个负责，瞎搞，对吧？哎，保护也不保护，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了，有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哎呀，没办法，那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了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Hello，哎，你好。是我吗？是的。
你说，Hello， 不要退出，给个笔，给个纸我。算了，不用。Hello， 说话，怎么回事啊？下一个来，可以吗？好了，可以了，说，不要退出啊。我的基本盘是34岁，高瘦，然后8分的长相，本科是搞艺术的，围内是10年，然后有一个粉色球，在一个6线的小城市，然后体制内吧有点小光环，但是赚的不多，一年不到10个 W。原生家庭就是很普通，我性格比较直爽简单，然后不太会和异性打交道。我的诉求是我要不要扯快乐证，然后如何利益最大化。我这个老公是36，然后没有学历，脾气比较大，长得还行，唯一的优点。然后围内是10年吧，他从来不往家里交米。我是和公婆一起住，然后家庭的开销也都是公婆在负责。我俩名下大概的资产也就是300 W 左右。我俩当年是对碰，他爸的资产大概是中千 W， 在我们这儿算还可以的哈。然后他们家是他爸有话语权，但是也管不住他。他爸比较认可我，我是婚后才发现这个老公很自私，然后大男子主义，撒谎，然后没有责任，特抠门，然后10点半也不怎么样，一年大概1、2次吧。然后他还有一些表演性人格，喜欢装委屈，搞抑郁那一套，就一弄就抑郁了，就那样。然后孩子也从来不管。就跟家里有任何矛盾，他就离家出走，就这样的人。然后总结下来2个字：巨婴。他前几年基本算无业吧，今年家里给他搞了一个项目，他就做了老板了，然后就劈叉了。被我发现之后哈，他就不承认，打死不认。然后，但是他自从认识了这个2+1，对我就一下子冷淡了。之前对我还是挺好的态度上，然后现在就是很抗拒。然后我问他，我说我们扯这个快乐证吧，他又说不，他说舍不得，说这么些年感情又有孩子，然后结果，但是我觉得他跟这个就算结束，还会有下一个，他就是喜欢这种硬贴型的那种下三，我懂的，二代都这样，态度就是，我跟他谈，他不跟我谈，他也不承认；我跟我公公谈，他们就是拖，也不赔偿。我说我要经济权，他们就一提，他们就冷，然后不给我好脸，然后话里话外呢都是拿娃还有经济来威胁我，就不让我离。然后他们家老批某 A 我，然后也怀疑我，还管着我，我觉得内耗很厉害。他们家还想要一个篮球，可能吗？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觉得，你说真的就是扯吧，我有小地方，然后可能也不是很好找，然后，我孩子也特别贴心，我就是舍不得他，然后所以其实你看我是要不要扯这个快乐证，然后怎么扯是利益最大化呢？我性格又比较软，我建议你不扯，我又不是会闹，我建议你不扯，扯啥呀？这男的又不影响你个啥？说实话，这男的影响你吗？你爱他吗？你对他又没爱，他玩他的呗，你管他干啥？但是我这么下去，我就怕他回头他玩上瘾了，他想把我一脚给，那就好说了呀。他要跟你谈条件的时候，你就好开口了呀。现在他不跟你谈条件，你就让他玩呗。他跟不跟你，他每天他出不出去玩，他回不回来，他干嘛？他又不影响你，你爱干嘛干嘛呗，你该干嘛干嘛呗。你这不是是不是人家给你发着工资呢？你把工资你把活扔了干嘛呢？他不往家里交米啊，他爸妈给呀，爸妈也不给，我只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只是给我一个，也不给我米，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吃住在一起，就仅仅是这样而已。你自己有收入吗？有，你自己工作的收入？我差不多一年，我是事业单位，在编，然后不多，我基本上都是这些年都是在花自己的米。你花自己的？你们俩有共同财产吗？300 W， 就是2处房，别的也没啥了。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啊，主要是老板没找对，就是你还是得哄着你公婆给你给，但是你公婆呢，他一定是属于顺毛驴，他们都很精，
就是你呢，但凡是用跳脚的方式啊，或者是用要说他儿子什么这个那个的方式，他们是1分不会给的。但凡你体现出你想跑、你想走、你想跳脚这种方式都下不来。所以你得用顺毛驴的方式，就是你得给他们当姑娘，知道吧？你得给他们当姑娘，你说他们认可你嘛，在他们认可你的点位上不断的发力，你帮他们当姑娘，就是方方面面的把这2个人给他哄好。因为说实话，他这个条件在你们那个地方那绝对是很好很好的。你现在从这个坑跳出来，你并没有更加选择，对不对？没有更优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不如好好在这待着，你把他们俩当你老板，你再出去，你该玩，你该认识人，该工作，该干嘛，不就完了吗？我公婆看我看得很紧，他们自己儿子这个样，他们还怀疑我呢。不是，我跟你讲啊，是你的，就是你没有把他们那个气儿搞顺，知道吗？你的表现其实很清晰，你的对抗性很强，他们也知道他儿子不是什么好鸟，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啊？他们知道，但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忠诚。对，他们老是说，就是这个米是留给第3代的，就一直让我你没有给他们们表现出足够的忠诚度、信任度。说白了，这俩人压根儿也不相信你会一直留在他们俩这鬼破烂儿子边上，知道吗？如果你永远让他们觉得你会跑，那么他对你就永远不会信任。他没有信任，他这个米他就下不来，就是这样。他就是个顺势的下来。都跟我说啊，都跟我说不要。什么？评论里说的都是不要，都是自己过。不要什么？就是不要在这个家里待着。在我看来，反正你这个事儿啊，你不在家里待着，你要不要孩子？你把孩子带走。我带不走。你带不走，你就自己，相当于就是说你重新开始了呗，你单身重新开始是这意思吗？我是觉得其实不太影响，因为在我看来，你没有你再出去找的话，还得花时间吗？花精力吗？你找呀，你找得着你就找呗。心里面就把它当成透明的呗。对呀，你找得着你就找呗，你要找得着。我跟你讲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你要是要受他们管，那么就是按照我的路子说的，就是你要先把这俩老人毛摸顺。让他们觉得他无比的信任你，超越他信任他的儿子。这样的话，你后面就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去开口，可以去想办法。那这个是走经济路子的。那如果说你说我就是要自由，我纯洁的爱情，我要这我要那，那是这样子的，那你就不用受他管，你就每天你想干嘛干嘛，反正他们俩能管小孩，你让他们管，你自己该干嘛干嘛。你每天就只当有个地方吃饭，有个地方睡觉。他老两口给你打电话，反正你可以不接，无所谓的。就是您的建议还是说就是先保持这样？我的建议其实是想办法先努力看能不能把这俩的信任拿过来，我是这么认为的。你现在娃也有了，也进了这样的家庭，你的动作都不对呀，你前面的动作也没对过呀，问题是你10年怎么了呢？10年做错题还不是10年的错题，那有什么意义呢？那您觉得我还有必要考虑篮球吗？这篮球要有大前提，比如说你说好呀，你说那你们先跟我搞个什么，买个房，买个这，买个那，你先谈个前提再搞篮球，那这个前提肯定是谈不下来，肯定谈不下来，你这一听就是谈不下来。对呀，没有前提肯定不能搞啊。对，评论里说抠是他们的底色，就是他们的算盘打得特别响。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拜拜。好，谢谢。哎呦，我跟你们讲，所有的所谓的嫁入豪门，所谓的跨越阶级的婚恋，我告诉你们，如果前面没有看到东西，后面就是个死。真的，你们在我这看的还不够多吗？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教的叫康庄大道。别人跟你们说让你们怎么去，哎呀，做小伏低呀，这个那个呀，是吧？显得自己这个省啊，那个怎么着，然后好不容易嫁进去了，又怎么样呢？在你的有生之年，你的掌控度提高不了，对不对？你对于财务的掌控完全不提高，所有的东西你进去了，等于是个高级保姆。
我一向都是不崇尚这种所谓的跨越阶级婚恋，就是我不崇尚这种空壳子的嫁入豪门，空壳子的跨越阶级的婚恋，知道吧？我一点不崇尚这个东西。这种东西要了干什么？这种东西只有一种人可以，什么人呢？就是你这个女的能力特别强，本身你就是女强人，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他们家什么东西，你不过就是要他们家这个光环，跟你做个背书，然后你自己有一个已婚的，然后呢婆家也很硬，走出去更好拿资源，更好拿项目，那可以。除此之外，你说你自己本来就是个啥也不会啥也不搞的，赚个微薄的薪水的，完了以后，哎呀，我找到了一个条件好好的，完了以后进去给人做牛做马做死，最后搞不出来几个三字儿，最后呢要从那个婚姻里头出来又洗个澡，这个我是完全不认可这种的。在我看来，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铜。别管你今天是走的什么关系，是婚恋也好，是什么稀巴烂也好，怎么个关系也好，总而言之，我得知道我现阶段我能得到什么，我用现阶段能得到的东西推断以后我能得到什么。如果我现在没有得到什么，我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去画饼的，说我以后还会有什么，结了婚就好了，生了孩子就好了，生了2胎就好了，孩子上学了就好了，那好了个鬼，那怎么好得起来呢？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关系了，你们为什么搞不明白呢？我告诉你们，还有一个点，已经进入到这样的婚恋关系的人呐，是因为你没有做好常年抗战的准备，知道吗？你们在前面的预期放错位置啦。你在跟这个人结婚之前什么也没得到，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想的结了婚以后什么都会有？你这个什么都会有才把你送上了死路。聪明的人要什么呢？就是你的思路一定是什么？结了婚以前什么都没有，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素质太低了，我条件太差了嘛，对不对？我没有谈判权，我没有筹码，对吧？但是我一定要明白，今天这个门我跨进去了，那么后面才是刚刚开始。你要抱着10年20年抗战的准备去干这件事啊，对不对？我从进去第一天开始，那我就要把那谁是财神爷，我头就往哪个方向磕，对不对？我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该做小伏低，该搞服务意识，对吧？软硬兼施的软硬兼施，温水煮青蛙的温水煮青蛙。你要抱着10年抗战20年抗战的准备，一点的去侵蚀，对不对？然后让别人觉得，哎呀，这个女的真是比我儿子还受用，比我儿子还好，然后才能让他慢慢的松懈了，对不对？开始给口子，那肯定是常年的事儿啊，怎么可能是1天2天能干得到的呢？对不对？你们的问题是出在前面预期放错了，结果后面一进去以后发现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又开始抵触，开始反抗，然后又觉得怎么我不想伺候了，去你丫的，你爱谁，然后你又跑，对吧？你们是不是这问题是出在这儿了？结果呢，等于什么？等于就是你进去给人带了个球，出来以后洗了个澡，啥也不剩，对吧？要么就是前面搞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你跟我要是给我自己去画个2000万的饼，至少我前面拿到500万，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拿了500，我能信我能画个2000万的饼，我自己给自己画嘛，对吧？这是一条路。要不然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条件差，我能扒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对于我来说那是烧高香，怎么办？进去我就该磕头，磕个10年20年再说，对不对？你是不是这2条路走一条？你是不是这2条路你得走一条？你2条路都不走，你走的是前面没拿着，后面开始觉得一定能拿到，是吧？拿不到就开始跳脚，拿不到就开始后撤退，你这是不是耽误时间，耽误青春？所以我说你们这种还不如早点想着自己搞点事儿算了，是不是？自己想想，怎么赚点钱，就别做这个梦，是吧？没有这个金刚钻，咱就别揽这个瓷器活了，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哎，你说。学学你好。你说。我练一下稿子，我想咨询的是正常的婚恋关系，就像你看看结合我的性格，哪一个男生适合我？然后我是一个医学博士在读，然后29岁，然后家里面是苹果，然后从小自己被保护的比较好，就有一点乖乖女傻白甜那种性格。然后颜值和身材是7分，就走出去会被别人觉得像一个明星，但我的性格会有点高冷，就是脾气有点大，就爱发脾气那种，不太稳定，又爱较真。第一个男生是我交往了3年的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家里面都是门当户对的，他也是我的同龄人，然后他们家妈妈赚钱比较厉害，然后所以妈妈比较强势，家庭资产估计可能2000多吧，不是很清楚。然后他的学历不行，但人是比较简单、比较善良的，然后读书和工作都是家里一手安排的。然后我们俩前半年相处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很喜欢他，觉得他很可爱。然后刚谈恋爱他就主动提出要上交工资，想让我帮他管，然后对钱就比较大方，可能年收入20吧，基本上他的收入都我们俩吃吃喝喝一起买东西，花了，剩下的都给我了。但是我们第2年开始就吵架，就越来越凶，就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会撒谎不承认，我让他做一个什么事儿，他也磨磨蹭蹭就不做，就是个比较懒惰邋遢的人。我要求也比较高，就看不惯他行为，觉得他上进心不够，然后和他一起生活缺乏一些品质，然后说了他也不改也没反应，然后我后面就会发展到说一次不听，我会动手去打他骂他那种。然后第2年你是个角色，你好狠呐。然后第2年的时候，他妈妈跟我们说要买婚房，然后我们俩去看了房，结果最后他妈买的既不是我看上的，也不是他儿子看上的，然后房子也没有写我名字。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俩还有一次就是吵架，我也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然后我就骂了他一句妈宝男，然后他就动手给了我一巴掌，我就打了回去。然后他就说他打我这么轻，我打他这么重，然后他就捏着我的手去打他的脸，结果还把我的手给打伤了，然后恢复了很久。然后我心里面就一直很怨这个事情，然后包括我现在跟他聊着这个事儿，他也觉得他没有错，他觉得他只是不该动手，但他觉得我很过分，该被打。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他非要用他家的一个资源帮他一个女同学找工作，但是我已经觉得那个女生很绿茶了，我让他不要帮，但他非要去帮，而且他还说是觉得我跟那个女生耍得好才帮。然后除了帮这个女生，后面又去帮那个女生的爸爸一个忙，然后我就很崩溃，我觉得他不听话。果不其然，他帮了那个女生之后，那个女生，就把一个耍了10多年的男朋友给踹了，然后就缠了他几个月，想跟他好，然后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帮错了人。然后还有我也出现过，我们俩吵架，他就把我甩在路边，然后自己开车走了这种事儿。然后还有现在我们俩比较烦恼的就是，每次吵架的时候，我就情绪很崩溃，觉得很精神内耗。比如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养他，我说等我当了专家嘛，他就说我好恶毒。我就觉得在骂我，然后我们两个就吵。他可能觉得因为我没有说出他想听的话，好，然后而且半天之后他又不承认，骂了我很恶毒，我就很痛苦。他就这样经常记不起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就会怀疑是我的听力还是记忆的出了问题。然后现在吵架，我就像秀才遇到兵一样，觉得他很会狡辩，然后会偷换概念，不讲理。我是觉得我们2个人都有问题的，比如他可能做了什么事儿激怒了我，然后我就说难听的话，他就会觉得是我开始的，他就不太会承认自己的问题。然后但是他的优势我就觉得是比较大方吧，然后我的朋友不多，他会给我陪伴，也会听我说心里话，给我一些人际关系的建议，然后父母对我也还是比较好的，经常想着我，然后我也欣赏他父母的智慧认知，然后他父母的资源未来对我也有助力。然后第2个男生是我对碰认识的，就是认识了8个月，是一个飞行员，然后是90年的，
然后认识4个月的时候，他前面都没有送过我礼物，也没有表白，我就主动提出我说让他7夕节给我送礼物，然后他也送了，然后他感觉就是情绪比较稳定，不会和我大吼大叫，然后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认识的时间比较短，然后我也和他聊过未来的规划，因为他不是我们这个新县城市的人，然后是其他小地方过来的，然后他在这里已经买了一套房，但是已经很偏很远，而且他把他父母都接过来一起住了。我就说我会想小夫妻要独立住房，他就说他不会再买房子了，觉得现在买房子都是亏，然后就想以后租房子住，然后他也不愿意工资上交，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吧，他觉得这样交工资就是工具人，是小男人。然后他说不要求我对家庭做什么贡献，但是我还想着管他的钱，觉得最后聊下来的就是等我以后上班挣钱了再看要不要让我管钱。然后前面我想让他给我买一个3W 的大衣，他就觉得超出他消费能力了，就拒绝了。但是我学校要交一个2W 的钱，他就说，主动给我交，他觉得这个钱该花，所以现在可能8个月给我花了4W 吧。现在他的年收入是30W 多，可能以后会涨。我觉得他就是情绪比较稳定。快速结束啊！快速结束。就在外面飞的时候陪不到我，然后他的父母对我事业没什么帮助，就想看看求求我的性格到底还是不是适合谈恋爱，还是别说话了。怎么这样的啊？首先呢，你的情绪很不稳定，也不是说你那个男朋友怎么样，你自己本身就是个情绪不稳定的人，而且你也很容易把跟你在一起的人变得情绪不稳定。先动手的人也是你，对吧？然后你很强势。我告诉你，你的点出在哪儿了？就是你找了一个没有太大上进心的男的，但是却希望他能获得很大的成绩。你找的这个人他就没有那么强的上进心，然后你想把一种不匹配他的人格按到他身上，这是不可能的。你所有的矛盾点其实就是在基于这个点去产生的，就是你想要的那种物质生活，你这个男朋友其实他给不了。但是呢，你想要的那种物质生活，如果要去找那种物质条件的男的呢，可能你又找不着，你在这个中间里头就出现了一个断档，所以你看他就很容易不顺眼的问题就是在这儿了。那么你们2个人在一起呢，永远都会让双方变成情绪暴躁的人，让双方都变成情绪不稳定的人，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要想的是，你跟第一个男生在一起，第一个男生呢，他毛病没啥毛病，这个男的没啥毛病，他是一个适婚男青年，100%的适婚男青年。但是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你就要降低物质预期，降低你对于未来的可能的这种物质生活，除非你自己能奋斗。如果你自己不能奋斗，你就不要要求他，因为他能给的他都给了，你让他去奋斗不可能，他不具备那个能力啊！你要认清现实，不在没有办法改变的点位上下功夫。因为他的能力是你无法改变的，他的上进心是你无法改变的，他就想在家里混吃等死，就想过个小日子，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你改变不了。如果你想跟他在一起，那么你得改变你自己。第二个男生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二个男生跟第一个男生比起来，他肯定是不如第一个男生的，因为他家里没有帮衬，自己挣的也没比第一个男生多多少。而且这个男生呢，他的付出意识呢，肯定是相对来说更薄弱的。而且你跟第二个男生在一起呢，你是完全被碾压的。他的情绪，他对于情感的这种掌控能力，他的冷静程度、淡定程度，大大的超越你。实际上，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其实你是属于一个非常的弱的一个角色。其实你 hold 不住，说白了就是你 hold 不住。这男的 hold 你 hold 的妥妥的。第一个男生呢，其实你有点跟他妈像，其实你是强势的，你能 hold 着点他，你唯一的问题是在于对他降低预期。但第二个男的你是完全 hold 不住的，你一点都 hold 不住。钱不上交这个事儿吧，很正常，因为你们俩的关系呀，压根儿也没到那个份上。但是呢，从这个男生他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来看，很清晰的一件事儿，就是他对于你投入的感情本身就是非常的可控。你对于他来说是可以随时被换掉的一个角色，你对于他来说，他对你没有很上头或者怎么样的。如果是这2个人里边，肯定是1号是优于2号的。就是我的这个性格，我觉得每次我跟1号吵架，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能避免我们俩争吵，或者是避免争吵的问题在你这儿，
知道吧？你不要那么强势，你再怎么说人家把钱都花你身上了，只是他只有这么多而已。再怎么说你还是要有服务意识跟服务精神的，你为什么不把钱都花人家身上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又要花了别人所有的米，你还要跳脚，你跳啥呢？你为什么要不能让着点呢？那我还可以再说一个例子不？不可以了，你们花了人家的米，对不对？人家再怎么他挣得多挣得少，把米都花你身上了。既然这样，你就要给别人情绪价值。我一向都是这么说的，对不对？如果别人给你花了米，又得不到你的情绪价值，那么他就会觉得不值。你看挑头，人家女孩子就觉得这个男孩子好，对吧？别的女生她对于物欲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她就觉得这个男生好呀，她觉得这个男生又可以给我安排工作，对吧？然后呢，为人又很大方，人家就觉得他很好呀，对不对？试婚1号是肯定没问题的，好吧？这个就是我的结论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啊，曲曲你好，哎，你是贴了发票的是吧 ？Hello， 哎，退出了，我听不到了，不可以退出。现在呢？现在可以了。你是贴了发票的吗？对，我是贴了发票的。好，你说。曲曲，我是那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基本情况。我今年是28岁，然后我的那个颜值大约在8、9分吧，然后身材也是做的，做完之后9分左右。然后我就咱们这个是不能退出，不能看那个备忘录是吗？是的。我是1v1，之前1v1过，然后有文晶老师和那个瑞妮老师，他们俩都特别好，给我特别大助力。然后我是28岁，然后我今年吧，别人看我都是一个白富美吧，但实际上我的家里资产就是不到1000，外强中干类型的，因为我爸妈对我投入都比较大，就是房车的配置都给我拉到最高，所以别人都以为我是那个白富美。然后其实我自己就是一年在国企也就是不到20左右，然后平时之前做过1个月的副业，然后就是娱乐直播的那种，跟我朋友在一起玩的，然后那1个月我赚了能有不到10个，然后就遇着那个我的爹爹了，然后他是比我大30多岁，但是他这个人是一个皇帝男，然后不允许我去接触，就是任何男性都不行。他不知道我做我这个娱乐主播，然后他就是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白富美的形象，因为我们两个认识的场合都是非常正式、非常健康的那种。然后我们俩在一起之后，他就不让我和任何人就是男性都接触都不可以。然后之前我有几个商务的那种大佬，就是饭局啊什么，他都不让我去了。然后我们俩在一起1年多一点，在那个文晶老师和瑞妮老师的帮助下，然后我现在跟他现在给我大概是500多，然后这500个是我们俩还没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追我的时候，我就跟他闹着玩嘛，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找一个这么大年龄的，因为同龄的那个富二代也有追我的，然后我就跟他开个玩笑，我说那你给我200个，我就跟你好，然后他就给我100个，然后后来就不让我再要了，然后他就有点生气了，他说我和别的女的都一样，就是图他钱，然后他就是说那个这100给我了，他也不往回要了，就和我俩分手。但是后来我还是就是和他求和了。
然后因为就没见过他这么大方的，就觉得还是挺好。但是相处1年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和他在一起挺开心的。但是，那400就是房子和车子，但是房子是付了1半的首付那种，就还有贷款。还有贷款。他说，瑞妮老师说那个明后年的话，如果去做 DIY 了，他可能会帮我还。然后我现在有这么几个问题，就是第一是，就是我没有跟他要过生活费，然后就是他一直觉得我是家里还算挺有钱的，然后就是有的花，然后大件他都能给我买，然后我们俩在一起出门什么的，就小钱还都是我花呢。然后现在就是我要不要提生活费这事儿，会不会显得很 low？ 因为其实我提大件的东西他都会给我买，就磨一磨呀，哄一哄，他都会给我买。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要不要提这个，就是这个生活费的问题。不要。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不要提生活费，因为这一个动作做出来，我不确定反馈，对吧？那么它就是风险。我有没有必要现在去承担这个风险？没必要，因为这个人很清晰，大的都能下，那我为什么要在这种小的地方去承担风险呢？划不来啊。行的，就是我也是有点不好意思跟他开口就要这生活费事，然后但是平时我们俩包括吃饭消费什么的都是我在拿钱，包括订那个飞机订机票啊什么都是我拿钱，因为他觉得我有钱，然后其实我是手里还有点存款，但是我也不经着这么花呀。哎呀，我跟你讲，你们一定要变通，知道吧？你现在你自己会买就是很贵的那些东西吗？给自己？不是很贵的东西，都是我妈妈给我买，因为我妈妈她和我爸以为我现在在就是做副业，他们以为我赚到钱了，然后他们还挺支持我的，然后我妈都会给我买那些东西。我跟你讲，皇帝男是这样的呀，你一定要就说口完了来，好嘞，一说到关键信息就给我关了，哎呀，给我关了呀！等会儿啊，这个我看看他给我封多久。1天，等会儿，用哪个？就线上管理。稍等一下。是这样的，皇帝男它的特征就是在于，你只要是提出的一些跟它的颜面相关的光鲜亮丽的需求，大概率它都会达成。所以说你在这些消费点位上要提，这些消费点位就是你要买东西，知道吧？买东西买着买着买顺手了之后，那么这个中间它就一定会有留下来的你。你不能够说你不买东西，不买东西是出不来平常的这个现金流的，是没有活钱的，知道吗？他总是觉得我的这些就是衣服呀，就是包括首饰啊什么的，就是我妈妈会给我买，包括我妈带我出国玩。你妈买是你妈买，对不对？我妈可以给我买3万的，但是我妈不愿意给我买那个6万的，懂不懂？我妈愿意给我买那个8万的，但是她不愿意给我买那个16万的，明白吗？行的，那我就是学会花钱呗。对，你这个点一定要上来，你这个点不上来，你平常是没有活的，没有流动的资金的。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属于他平时自己就属于非常低调，然后他是那种理工男，然后就是自己非常低调，然后也不喜欢太奢华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希望我能就是穿的比较那当然了，他低调他的，你管他干什么呀？那你说其实我需要给他买一些东西吗？因为我好像1分都没给他花过。不是，看有一些日子可以买一点，但是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平常他给你买的时候，你顺带给他带2件小的，这都问题不大，但这不是重点。行，那我知道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我的那几个当时做了1个月嘛，然后那个娱乐直播，然后认识了几个小姐妹，然后她们到现在做的还都挺好的，然后我觉得她们自己赚钱自己花，就是挺自主的，也挺开心的。然后她们就天天说我，因为她不知道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嘛，
然后他们就说我那个在躺平啊，浪费时间啊什么的。我就是在想，你说去我要不要就是尝试一下？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种尝试对他来说是一种挑战。肯定不行啊，脑子有坑啊！你能直播1年挣500个？你现在就想着1年花了500，第2年咱们能不能往上提个30%，对不对？第3年提个50%，这个问题要这么思考，这是行动路径，好吧？继续找你的2位亲爱的老师1v1，你为啥找2个人1v1啊？你难道他们还跟你开会组会呀？哎呀，我想多听听老师的想法，这样老师都挺好的。对。然后还有就是第3个就是就是你之前也说过，你不是说2年要上一个越级吗？那我们俩现在你现在1年已经越级了呀，小姐。你已经越级了。我以为你说的越级是要2个人之间，就是说，因为之前我们俩就是其实我是想跟他要点东西，然后我说你看你有家你有孩子，我什么都没有。注意啊！他心里，但是他心里以为说，是我特别想要个球，但是我这个身体是什么？我这个身体就比较虚，然后我也不想去那个自己带，然后我就跟他提过 DIY 的事儿 ，DIY 他也同意了，然后他一直觉得就是给个球给我是为了我的需求，然后那你说就是他之前答应过我说，如果我们俩 DIY 做成了，他会给我就是几千个 W 吧。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想问，其实我对球的需求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又想跟他长期绑定。你说前2天我跟他聊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有没有球他都管我一辈子，那你说我还需要这个球吗？他不可能管你一辈子，好不好？我建议你就是说可以再在一起1年，然后呢再有了一个额度的，你再往下一步推。现在有点早。就是再1年是吧？对的，现在有点早啊。如果说他第2年还能有，对不对？还能有500，你再来谈这个什么球的事儿，那么大概率他说的1、2、3、4、5都能达成一部分的。就是如果说在1年他对我的付出还是就是这种或者是上升了，那我要是不要求的话，因为我对球本身不可以，我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跟你说了呀，没有球，最后这个不可能有一辈子的，也就是3、5年的关系，也就差不多到顶了啊。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好行，好，那就没什么问题了，谢谢曲。好，拜拜。拜拜。好，还有这样的啊，又找文静老师，又找水泥老师，你是从哪个老师跳槽到另外一个老师那儿了？人家该生气了，我跟你说，你这搞得我们老师之间争风吃醋啊，打起来了啊！我给你拿了结果，你给我换人，你这啊，你不在我这升单，你不在我这升闺蜜圈，你在我这换人，你在跟我扯淡。一会我们那俩老师撕起来了，就你在这儿。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走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想要不是有任何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对，我今天刚刚这边关了一个直播间了，关了一个。而且今天很开心，今天小爸爸来给我那个直播间送了好多华子，我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阵仗了，今天真是一个开心的日子。他送了多少个华子？他今天送了10几个是有的。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我想咨询的是一个正常的婚恋。然后我本人的话，目前年龄的话是31岁，然后本科，然后体制内工作，但是薪资的话不是很高，就只有3000。但是我家境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在我们县城的话，算是还可以的，因为我们家的话确实有一点小积蓄。然后，但是我之前的话没有恋爱过，然后长相的话7分。男方的话是小我10岁小我9岁的，然后他是国企员工，然后月薪的话是9000左右吧。长相的话应该是也是6到7分，然后他的家境的话比我们家的话要差2个档次吧。然后我们是那个聊天软件认识的。见面以后的话，因为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他是开始追我的，但他当时的话不知道我年龄。后来我们在一起之后的话，他有问过我，当时是没有说的。后来的话，那个大概在一起2个月以后的话，那个我们吵架，然后告诉他我的年龄，然后他当时的话说是不介意的。然后后来的话，没有半个月之后的话，就是说我们就分手了。然后，但是他说的话，他的理由的话是说，觉得他和我在一起的话，觉得是那个，很卑微，因为他觉得什么事情的话都顺着我，他觉得他不想，他觉得他自己像个舔狗一样。然后那个，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是一个拉黑的状态了，因为中间的话，我有去纠缠过，因为我不太清楚他到底的话是为什么分手。因为我问他，如果是因为年龄的话，我是能接受的，但他的话是一直没有理我。现在的话，我有点想知道我是应该放弃他，还是说应该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我接下来的话是走婚恋这条路，还是说走其他的？因为如果是走婚恋的话，其实我父母的话一直在催婚，但其实我本人的话，对于结婚的话，目前的话还没有那么大的渴望。但是我也怕以后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婚姻给我进行托底的话，虽然说我家的话可以足够我养老，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多一条路的话会比较有保障一点。然后目前的话，我也准备考一些其他的，就是考公这些。但是我现在的话有点迷茫，我接下来的话应该是怎么走？你找小9岁的弟弟，你想免费啊？什么好事都给你占了？人家弟弟是点你呢，他真不知道你年龄吗？他是问了你的年龄之后，然后意思就是看看啊，我已经知道我们俩的这个年龄差距了，姐姐你有没有点表示啊？结果没想到这个姐姐就是装不知道，就是装听不懂，是吧？主打就是个装傻充愣。你这么搞，你已经脱离了人家弟弟的框架了。人家弟弟出来，好不好？人家弟弟出来是有目的的啊，你不能让人家弟弟少奋斗一点，轻松一点，人家弟弟就不跟你玩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要以后出来找这种小这么多的，你心里要有个数，知道吧？你别自己的装傻充愣在那玩，就没什么意思。但是我还真没有想过这方面。你当然没想过了，你连恋爱都没谈过，你想过啥？你能想啥？你脑子里有啥？啊？那就是我跟他的话，其实我跟他也就是不可能了，对吧？就是我应该不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应该往前走。你喜欢吗？能不能花点儿？我可以花的。你要是以后不想找结婚对象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你这个弟弟长得还可以吧？还可以吧。虽然第一眼的话我不是很喜欢，没有在我的那个。你要长得还可以的，方方面面，哎，还这个小鲜肉，这个那个是吧？你上来好这口，你走这个路子的，你是不结婚是对的，不结婚可以，但是呢，咱们该花的米还是得花点啊，该花的米还是得花点，不是说花很多，但是起码来讲的一些生活上的开支啊，对吧？方方面面的，你得有点表示，你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没必要啊，人家会觉得自己划不来呀，明白吗？那如果我想要接下来因为我确实还挺喜欢他的，喜欢嘛，你就跟他说，你说那个圣诞节我给你准备了个圣诞礼物，肯定能回你。我中间的话，完了又加他微信什么的，他一直不回我。那我直接说圣诞节我给他准备个礼物，然后对，你就这么发嘛，那如果这个礼物的话，我大概的话就是说价格的话应该准备到多少？因为他之前的话在我身上花钱的话，确实还花了，就是以他的工资水平来说的话，差不多花了1万多，但是我确实没怎么给他花过钱。那你就按3-5千花呗， 3-5千是吗？那
那如果是说我直接给他打电话呢？因为我怕如果我发那个短信的话，如果他不看怎么办？因为我之前的话已经发过好几次了。打电话万一人不接咋办呢？你这真的是打呗。但是我觉得你打电话这事儿就显得有点，我觉得最好还是发消息吧，你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圣诞礼物啊。对吧？你要是圣诞节有安排那就算了，如果你没有安排的话呢，你说那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就这么讲。那也就是说我和他的话最主要原因的话是在于我没给他花钱是吗？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个男生他会觉得我划不来，就是你比我大这么多，我跟你谈恋爱还有我一直那个，他就觉得他划不来，主要是这个原因，知道吧？他觉得没必要，我不如找一个别的，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我是要走婚恋这条路，还是说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婚不婚恋的无所谓吧，但是如果你的父母实在是给你施压，你又靠他们过日子的话，那你就听他们的，还是先让他们随便给你找一个先接一道，也问题不大啊。也别那么挑剔，没什么好挑剔的，我跟你讲。我一看你这个什么以前都没谈过恋爱，到了30出头了，开始找这种比自己小9岁小10岁的这种弟弟这个路子，你这种走正常的那种什么婚恋的话，估计到最后你还是想出来玩的，我觉得。所以说你也别给自己负担那么重，压力那么大。如果你父母觉得有好的合适的对象，我觉得你先结一道，完成老人家的想法，对不对？保障你自己从你父母这里的经济来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好，那如果是说我考公这条路的话，我还继续往下走吗？可以啊，想干嘛干嘛呗，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是说他那个我说给他准备了圣诞礼物，他一直没有回我的话，那我就哎呀，你在玩软件呗，你这个不就是软件上认识的吗？软件上人还不多啊，一箩筐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小，就是碰到一些稍微合适一点的。哎呀，你别跟我扯这个犊子，你们有什么？你们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啊。好，那我就先跟他联系一下。对，你同时再开始继续玩，就给他买一个，就是像你说的那个价值大概3-4千的礼物，然后送给他。对，你再继续玩软件，也不影响你继续玩啊。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你会发现，当我意识到比我小这么多的人，我可以花点小费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路子变得无比之宽广，知道吧？行，好吧，好，就这样，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以前我跟你们讲特别搞笑，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好多年前啊，我认识的一个男生，他呢很高，也比较帅，还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是个律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嘴巴里喊姐姐的一个女生，但是其实那个女的是68年的。但是呢，他也是看着比较年轻，很洋气，也是那种就是比较有背景、比较有光环的那种。但他平常出来肯定不会说他真实年龄嘛，反正平常出来我们都喊他姐姐姐姐，也不会具体说他是多大。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一起出来玩，我就把我那个律师朋友就叫着了，就好多年前了。结果呢，这俩人可能就第一天一聊打得火热，知道吧？打得火热。立刻就裹一块去了，然后裹着可能那男的就后撤了。因为其实年龄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就是虽然说你可能会比你的同龄人看起来年轻，但是呢真还达不到你说你50岁你就真的让别人觉得是35岁，不现实的。处一处很快，就是他只能说把你个年龄往下压个7-8岁有可能，但是真的往下压10几20岁不现实，基本上试一试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呢，那男的就撤了嘛。我那个姐姐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撤了以后呢，他就发消息，就好像就不怎么回了啊，打电话好像也不怎么有回应了，那怎么办呢？然后就是这样的，发个消息说，这段时间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你啊，你这2天要是有空的话啊，我们吃个饭，我给你送个礼物。
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就出来了，立竿见影，知道吧？真的是立竿见影。我跟你们讲，哎呀，你们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老跟你们说，不要把男女之间的东西想得过度复杂，知道吧？不要想的那么的复杂，很多时候啊，它真的就是很现实，很赤裸，大道至简。因为每一个人心里他都会衡量一个性价比，每一个人的心里他都会去给别人去定价，去定位。哎，他看到你觉得我是得给你砸的，他看到你觉得我们俩是要平等付出的，他看到你觉得你还得给我大花点的，他自己心里会有一本账，对不对？但一旦你破了这个账的这个平衡之后，他就会觉得，哎，有什么必要啊？我还不如换一个，知道吗？你们很多姑娘为什么男的不付出，也是这个道理。他觉得我还要跟你这样，你的情况对我来说，我觉得你这样情况的人，我觉得咱们就平等付出，我就觉得挺好。你要是还让我给你多付出，那我不如换一个。他们就是这种想法，知道吧？其实到最后的最后，其实就是一个衡量极致性价比的一个选择。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复杂。一个人他但凡是觉得前面还挺好，后面就冷淡了，是吧？要不然呢，就是把你跟其他人拿来对比了，要不然就是在跟你处的过程当中，你打开了他那个没有必要的那个开关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别的第三个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后来那个姐姐跟那个还在酒店里头被我撞见过一次，电梯门一打开，迎面撞见。Hello， 你好。Hello， 芝芝你好，那个关注你大半年了，然后看你直播也是从换号听到换平台听，就真的把我格局打开了，然后减少了我很多的内耗，真特别感谢。然后我也给我身边所有的闺蜜都安利了你。然后今天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普通人的婚恋方向，3个男嘉宾帮我做的分析。然后我这2年是有婚恋焦虑的，想尽快进围城。我的基本盘，93年颜值6分，普通本科，会点穿衣打扮，自己做小生意，年收入10几，那后面稳定30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新一线家里呢，城市，家里有3套房，总价值大概1000不到一点。有个姐姐是年薪100加。然后1号男嘉宾认识1年，我是他的初恋，然后跟我同岁，大专学历，上市的国企，年薪到手是20W。房子300，然后还一半的贷款。父母呢是退休本地人，帮不上忙，然后有一套230的全款房。他妈妈呢腿脚行动不便的，可能需要他爸照顾。认识4个月的时候推围城呢，我要了26的彩礼。刚开始呢答应的很好，没有问题，后面推围城的话就推不动，说等年底再结，可能觉得我着急结婚是为了要彩礼，是经营自己生意什么的，然后我就很下头。后面呢也经常因为消费观的问题，然后什么未来计划啊什么就吵得很凶。然后他比较节约啦，觉得约会吃饭人均100多都有点贵，然后也觉得不公平，说我约会不出钱什么的。后面才知道他被降薪了，之前可能是35，然后现在就变得到手20，然后可能还要加上装修啊、新房，彩礼什么，觉得压力大，然后说我物质，然后就开始抠了。然后我没怎么出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月支出都不超过1500，然后礼物方面的话，他大概就是他大概送了4000，我送了1K 多。对，这小半年就我的内耗很大，就对他很下头嘛，就是只要不谈什么省钱什么的，相处还是很愉快的。然后就觉得他还适合结婚。然后现在大概1个月的，可能我就跟他吃个1-2次饭，然后美其名曰就是少约会给他省钱，也不怎么主动找他聊天，都是他找我闲聊，我想回就回1-2句的那种。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对碰其他男嘉宾了。然后目前可能比较喜欢2号吧，比较符合我慕强的心理，然后在他面前就是主打一个温柔体贴爱撒娇的人设，偶尔给他画画饼啊什么的。90年211本科海归硕士，认识3个月，情商
恩高相处舒服，老家是省内的2线城市，国企单位，然后家里外面合伙做生意，据说年收是60左右，然后新房未交付，我估计总价也差不多300吧。然后他父母是省内公职人员退休，然后是高知家庭。他比较忙，然后经常出去社交啊，什么商会活动、出差什么的，所以这3个月基本呢很少约会，大半天，然后线上聊天也比较少，回复慢，半小时、1小时回复是常态。他想10点半，然后我就要了一个比较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以为贵不到哪里去吧，就答应的很快，然后付款的时候可能看了一下是2W，就迟疑了一下，不过还是付了。然后现在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PY 关系了，本来可能正常吃饭看电影，然后现在感觉就是直接约10点半了。然后3号男嘉宾他是那个外省的小城市，也是认识1年了，90年的硕士，年薪30，那房子是170，但还有一半贷款，然后还有哥哥，然后父母农民退休是帮哥哥带娃的，中间有断联小半年，但是他优点是对我百依百顺，付出意愿比较强，身高外形都会比1号、2号强一些，然后想跟我推为但是我可能感情上不太喜欢吧，中间也有一直给我写小作文求复合，就大概是这样子。你这的你这抓一手的垃圾牌在这打，你抓一手的垃圾牌，你要我教你怎么把这一手的垃圾牌给你干赢，你真是牛，我真的求啊你们啊！我这是个出主意的直播间，我这又不是那个什么大师直播间，跟你搞一卦，跟你起一卦。哎，这三个非要放在一块比的话，那个2号稍微强那么一丢丢吧，就是你们非要我在垃圾堆的趴好的，这个2号稍微强那么一丢丢吧，只是说2号的话，其实你不能判断是不是什么，你们俩有实质性的吗？对，有实质性的，但是平常没什么沟通，没什么交流，一说要见面就是那个。那可能那也还好吧，可能现在可能开始有一点，我觉得他有其他女嘉宾，他100%有其他女嘉宾，他前面一开始的表现就是很多女嘉宾的表现。你这仨都不行啊！我真的求你能不能换一波啊？下一批，换一批，我真的选不出来，换一批。但是我又比较想推进婚恋，然后家里给的压力比较大吧，所以我想要不1号也还行吧，他推婚恋还是比较有意愿。哎呦，我跟你讲啊，那你就走错直播间了，知道吧？你看我的时间长吗？还差不多吧，小半年。我跟你讲了，我们这个地方啊，啥都还可以再商量一下。那个抠啊，在我们这就是这个抠这个字儿一出来啊，那就完了，那我就没耳听，你知道吧？我听完你这个麦，我就下去使耳朵。对，我受不了。其他另外一个问题吧，那个如果对待婚恋对象的话，就是10点半方面应该表现的比较会，还是表现的青涩一点比较会表现得出来吗？会这玩意儿是你想表现就能表现出来的吗？啊？你教教我。可能放得开一点吧。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问题啊，15年前就有人问过我。你问这种问题的脑子都不太好使，到今天那个女的我都觉得她脑子不好使。你就15年之后，你又让我再一次听到了这个发言呐！会这玩意儿还能演的会啊？是不是我一演我就能上清华北大？我演个智商高的，我一夸子就上了清华。我之所以没上清华，是因为我当时在压抑自己的实力。你可真行！你别演了，你是啥样吧？好吧？妈呀！好吧，你好可爱呀！要不你还是搞雄竞吧，好不好？咱们就是说，走一走自己擅长的路。也没有拿到太大结果。找男人找一个长板，知道吧？这个人有责任心，有付出意愿，我觉得这种呢都是属于适合谈婚论嫁的，知道吗？对你好，有付出意愿，他多少是次要的，但是他愿意把他的都给你。这种呢，对于我们女生来说，过着会相对比较舒服。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建议，好不好？也别看什么长得帅不帅呀，高不高啊，这个那个的，那有什么用呢？好不好？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觉得3号男嘉宾感觉对我……你那个3号是个凤凰啊，姑娘。那3号是个凤凰啊，而且写小作文什么求复合，他跟你之间关系有那么深吗？
这上来就是搞小兔儿的这种，都是属于搞情绪施压这个流派的。那看来好吧，那我可能还是再看一看。那我最后搞个问题，然后就是之前好像就听你一些直播前面的，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怎么引入竞争机制啊？比如说什么让别的男生……我的妈呀，大姐啊，你再去把我们的课看一看，好不好？我求你了，我们是不引入竞争机制。哎呦我的妈，这啊，你还是下去学习吧，好不好？我真的服了，再见啊，再见啊！还怎么引入竞争机制？我们的金柜里头教的是不要随意引入竞争机制。你看你跟我聊的这个天儿，哎呦我操！你们真是越是稀巴烂越是不学习，那来学习的全是脑子好使的，脑子不好的都不学。我跟你讲，引入竞争机制是下沉市场的游戏规则，知道吗？我们是不搞下沉市场的，我们全部是搞高精尖那一套。高精尖的世界里是不能随意引入竞争机制的。所有的喜欢引入竞争机制、喜欢搞得别人争风吃醋的，全是下沉市场，知道吗？都是那男的挣不了几个散子儿，每天就是想扒拉这个女的，因为那男的竞争太激烈了，他扒拉不住，所以他就能搞竞争机制这一套，他就拼了命的在那争。高级的圈子里不是这么玩的，知道吗？所以你们这个脑子动作都不对，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去支撑你的动作。你说你是不是一出招就是稀烂？一出招就先给自己打飞了，真服了。来，他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又愿意付出，这个就在你们的世界里，你们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人又付出的时候，这种人你就不能随意引入竞争机制，这个就是踩雷。为什么呢？一个又愿意付出的人，在他所处的圈层里边，他永远不会缺乏女人的追捧，懂吗？因为这种人他走到任何地方他叫优质客户，明不明白？就是在任何一个财务等级里头，就是他不可能去跟别人比嘛，对不对？我一个年入50万的跟那个年入500万的，还是跟那个年入5000万的比，没有意义。就是他只在他自己的社会层级里面做比较。只要这个男生在他的社会层级里边，他是那种相对又很愿意付出的这种人，他在他的社会层级里永远都会遇到很多的女孩子很喜欢他，很欣赏他，明白吗？如果他现在把他的这个好放到你身上来了，那不是因为你有多好，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么个人，懂不懂？他对你大方付出不是因为你有多么的不一样，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么个人，他就是那种在他那个层级里一直都很愿意付出的一个人。如果你这种时候去搞那些就是哎，今天搞个这个男的，明天搞个那个男的，让他觉得这个女的呀一点都不珍视我的付出，他不珍惜我，对不对？他在这个圈子里说白了，别的女孩子都还想得到我的这份好，但是这个女生我给了她我的这份好，她却不珍惜，那我会怎么样？是不是就是我说引发的我没有必要了？我有必要吗？我有钱上哪儿不是花，对不对？为什么我非要搞到这个让我不舒适的点位上呢？只有说他在你们的圈子里本来他的竞争力就较弱，对不对？他本来竞争力弱的情况下，然后呢你说哎我还有别的追求者，我这个那个，然后呢人家是开始跟你搞情绪这一套，对吧？哎我不准你，我要怎么我就要跟你好，他就会搞情绪这一套嘛。那本质上是因为他不属于他们那个圈层里又大方的那一挂，明白吗？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继续，可以听到吗？你说。是这个样子。男方比我大20岁，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提任何理由的来到他的这个城市。刚开始是关系不稳定嘛，后来他在这边租了房子，然后让我过来，就是感情慢慢就是到这种情况。那时候因为有疫情在这边，然后直接待了2个月。他当时给了我30个之后，然后就没有给我费用。过年的时候给了我10个，然后现在是后期又给我首付30买了一辆车，在后边反正费用吧，还是前面是还可以的，到后边就是5、6月份的时候，他就可能经济情况有点不太稳定了。在那时候的费用就没有说很稳定的给我，但是我那时候就想的，他肯定不会缺我的，但是肯定是经济有问题，我是知道的。后边呢，我有时候会有情绪的时候就会跟他提钱。但是他也没有就是提米，不好意思啊，就是他也没有说很稳定给我。后边呢，就是我看到他确实有点困难的时候，我也就是把这30个我给了他了。给了他之后呢，现在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平时的话是对我还可以的，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就是他在我这边的时候，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一个女性朋友给他打电话，然后当时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让他他就是连忙都挂掉了，给他打2个电话挂掉了，然后我让他立马给他打过去之后呢，他先是跟我说他可能喝多了，我说那你立马必须给我打过去。打过去之后呢，先是说这个女的跟他先是说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后来我听到了这个女的就是开始就是哭，然后他也没怎么说话，我让他把那个扬声器打开，他没有打开。然后后边就好像是这个女的可能让他哄他嘛，他然后就说我怎么哄，我不会哄，就是这样子，他就一直在听那个女方在说话。后来我也很生气的，我也就想着走掉之后，我又想的我就有点不甘心，我又回来了，但是我还听到他俩还在通话，是这个样子。然后就赌气有1个星期我俩没有，可能5天吧，就我俩都没有联系。但是我内心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个女的来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就去那个酒店门口，我看到他的车，我看到他跟那女的下来了。但是我堵到他之后，我没有跟他当面那个什么，我就是在他的车后边在追着他。他把那个女的送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到的家楼下，然后他就还是很那个跟我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知道这个女的是之前这1年期间也会有偶尔联系，但是都是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可能我也就是没当回事。反正我那时候就想的是他俩就是即使有什么关系，也就是戏就很少那个怎么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后边是跟他怎么相处。前2天我看到他说是跟这个女的已经没有联系了，要跟我好好的。前2天我看到这个女的朋友圈发什么就各种爱恨情仇呀，什么作文的那些东西。然后前2天我又看到这个女的好像把他删了，还不知道是把他朋友圈什么关掉了，但是我昨天又看到把他拉出来了。但是这段时间我偷偷又看到他手机那个通话记录确实没有再联系了。我现在是想问我应该怎么跟他再去相处。那时候跟他那天闹别扭的时候，他说给我100个 W， 但是就是一直让我在等。他说他现在没有，就是资金一直都不够。他说你放心，我肯定会给你的。然后后边就跟他来硬的也不是，来软的不是。我现在就是一直在等，就是我想的那就相当于还和好吧，和好我就在等他这个费用。可是我昨天又有点情绪不对，我一想到情绪不对，我就想跟他要这个米。我现在是应该怎么跟他相处呢？你是想跟这男的结婚吗？还是什么意思啊？
姐她是维内的，她当时不要生气。那你扯什么蛋呢？你在那扯啥呀？你在那你扯了这么半天，这么多拉拉扯扯的，我还以为你要跟人结婚呢。你不跟人结婚，你在这扯什么东西呢？设置一个时间止损线，多长时间之内100不能到位，赶紧撤就完了。可是这个期间，先是我给了他，后边然后他说是给我还车贷让我走，然后又那个有一段时间他都没有给我生活费。我现在就是如果直接走掉的话，我觉得有点不甘心。我觉得没有什么不甘心的，这男的经济实力也特别有限，太有限了呀，姑娘们呐！哎呦，你们跟一个这种稀巴烂的关系，你要首先看这个人是不是个有毛的羊啊！你们这不是搞秃羊，你能搞个什么呢？你搞得他妈累死累活的，最后没多少。他是跟我在一起期间都是对我很好的，前边其实很大方的，只是这段时间我看到他确实。大姐呀，首先啊，这个男的他是个多偶，你知道吗？啊？你回答我。我看到他是跟这个女的应该她不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她是在另一个城市。你别管他在哪儿，他是个多偶，你能不能承认，大姐？好，我承认。里边一个，外面有你，还有一个，而且那个女的还是跟他搞业务的，这是个明多偶。我想说一下，这个女的确实是，我有看到手机上头联系的什么之前有过，只是说是也是有业务，但是这个我是可能会有，但是我确定是在我跟他期间，他跟这个女的肯定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弱智啊你啊？你要不该看看脑子，拍个 CT 吧？你都抓的人家从酒店里头出来了，你说他俩没有什么，你到底要怎么样啊？你是在搞笑吗？你跟我？那我现在就是已经当他们已经有了关系了，我现在就是说是想这个，我是想告诉你这个逻辑，因为这个男的他本身他就属于是半秃，然后呢他还多偶，所以说呢他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锅多了盖子不够用，知道吗？米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人他毛长得丰富啊，他不就能把你们这些人方方面面安排的妥妥帖帖吗？他之所以会展现出这种慌张啊、慌乱呐、这个电话又不敢不接呀、接了以后又不敢挂呀，完了以后那又要跟这个女的搞到酒店呐，又要跟你这边安抚着呀，他的问题是出在哪儿了？是因为锅多了盖子不够用，他的问题是出在这儿了。你就是想要他的盖子，但是他这个盖子不够用，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在兔羊身上拔毛？这个人他如果他是个单偶，他跟你一个人搞，他的费用呢刚刚够，哎，应付你这一个。但问题是呢，他的胃口又大，但是他的锅盖子又不够，知道了吧？你这等来的就是个没结果的一个事情。你现在就已经成了这几口锅里的其中一个锅了。刚开始要把你弄过来的时候，是得怼着你一个人搞，怼着你，因为另外几方已经长时间的等于说搞习惯了嘛，别人已经搞习惯了，你这是个新货，那不得先怼着你这边弄？但问题是怼一段时间怼不起了嘛，大家就又开始这进行这种的挪锅盖子的形式了，懂了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就是你要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优良的目标对象，明白吗？没有你要的那个结果，你拿不到你要那个结果，听得懂吗？那我现在意思，反正就是现在是后边，你现在就是先抓着他这个事儿，知道吧？你上次跟到他从酒店出来，你没拍个照啥的？我有行车记录仪这些啊。你就说人家拍的，你就说人家拍到的，知道吧？或者是干嘛的，你就说人家那个看到的。你说我之前一直很相信你，说我现在不可能相信你。你说你要我相信你，第一件事，你说你别说100，你先把我先前给你那个30，你给我还回来。他说过，我说是我把那个我先还你钱，我拿过来呀。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就算了，其他的你还是想其他的？哎呦。那我期间跟他就是过去的，他没有稳定给我生活费那些就不要了是吗？就是光要我给他的。你能把这个30要过来都不错了，大姐啊，你要耗在这种
靠在这种五个盖子10个锅的这个故事里头不好玩啊，小姐，没意义，好吧？那我这个意思就拿上直接走就是吗？拜拜。一句废话不停问，就是想更改我的答案，我的答案改不了，好吧？要改你自己改，要改你们就改你们自个儿的想法跟预期，好吧？你就说我不要钱，我就图真爱，你图吧，我反正不管你啊，你要图爱你就去图啊，关我什么事儿，对不对？唉，刚刚这个向上管理这个号为什么那么多黑粉呢？我的妈呀，好多黑粉呐！他给我干关了，还好剩最后几分钟了。一天天的，你们能听得明白我说的话？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多偶这个事儿啊，那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对不对？这个人他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羽毛，他才能够玩得转，把方方面面的人摆得平。很多人呢，他是小，就是本来自己就小，然后这些男的脑子还不清醒，知道吗？我为什么说这些男的脑子不清醒呢？就他没有这个实力，他就应该干嘛呢？你不能光为了多偶去多偶，对吧？你在多偶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选择性的去找一些能辅佐你的人，能把你的业务做大做强的人，还不花你的米，还能给你贴一点的。你应该去找那些猪头猪脑的那些女的搞的。你净搞这些亏盘子，就他们这些男的吧，他又想搞多偶，他还想找一些条件就是一般般的，他还要给别人输血的这种，他还要给别人花，他自己没这个能耐，他要给别人花，你说这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就说他们是属于那种那10个锅只有5个盖子，他怎么搞得过来呢？他就搞不过来。你在这种里头当那个锅，你说你累不累？你是不是累得半死？前脚搞过来30，后脚吐出去了，前脚搞过来后脚又吐出去了，你干嘛呢？风水轮流转是吧？锅盖轮流盖，你们这不是无用功吗？是不是做了个无用功？盖中盖，笑死！来，他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然后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啊。来下一个哦，先别慌，我说起来就有气。那天我刷到个女的骂我啊，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个女的？个脑残！她那天骂我，你知道她咋骂的吗？那个女的，你知道她说我别的，我也就算了，你知道吧？她要是说我们这招人拜金什么物质，我也就算了。你知道她说我啥吗？她说有一次她听到我的一个观点，她说在非1对1，我说在非1对1的关系里头不要谈爱。我说能够让你搞非1对1的关系，我说稀巴烂的非1对1的关系就是为了上一个台阶，我说就是为了在2年之内给你干上一个台阶，对吧？结果他驳斥我这句话，你知道他咋说的吗？他说哎，他说怎么？他说人的爱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他说我爱上的这个人，他有别的关系，有围城或者干嘛，难道我们就不应该相爱了吗？爱的本身就是很纯粹的呀。他居然在这个点上驳斥我，你说这种人真是，他还骂我，骂的不亦乐乎，还挺多人给他点赞，气死我了。说你说是不是有毛病？他说怎么着？他说爱是平等的。原话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因为就是这种话我听进去我都记不住，我都完全是够不了脑子。他说什么意思就是说爱上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自己决定的，对吧？为什么说跟一个围内的人或者说跟一个非1对1的人这种爱你就不能承认别人就是真的爱呢？你就不能相信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是为了爱呢，而不是为了别的呢？他这 excuse me， 我真的不太懂。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个女的呀？啊，有没有刷到过？怎么会有这种人呢？我真的服了。就这种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呢？啊，我都不知道他妈咋教他的，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来，再连一个。哎，
Hello， 你好，你好，你说啊，初雪你好，哎，你说，你说，你说啊，稍等一下，我拿一下稿子。我的妈！哎呀妈呀，怎么还有人在留言说觉得这个女的说的也没错，你们只是观点不一样，你给我退出去好不好？啊，你不要再来看我了，我真的求求你们了，不要把这种脑子的人往我这个直播间里头灌，好不好？啊，不要影响我这个风水，行不行？我真的已经每天很多猪头猪脑了，就没有必要再增加这样的流量了，我都疯了。哎，我的天哪！我真的要给他们唱个颂歌，知道吧？曲曲你好。哎 ，Hello， 你说，我今天要咨询的是一个稀巴烂的关系。好的，你说，是这样的，我和男嘉宾在您的老家武汉，我的基本盘是23岁，研究生1年级在读，家庭条件是小康，我的身高168，长相7分。大哥今年是58岁，身家10个小目标，为人比较计较，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会评判价格和性价比。快一点，说快一点。我大三和他在一起，目前1年半，为我付出大概是80个 W， 包括每个月2个 W 的生活费和1辆车。我对他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做一手好菜，他也说过我对人很好，然后10点半对我很满意。可是在节日生日，他基本上没给我准备过礼物，基本都是我买礼物来送他，我也没跟他开口要过钱或者东西。然后就是为人很计较。他说如果他觉得我需要的话他会主动给，但是他很不喜欢别人跟他索要。这句话我真的每天我耳朵快听烂了，真的。对，但是车的话确实是他主动说要送给我的，他也确实送了。然后最近的话他对我说了几句，他说你以为1年20-30 W 谁都给得起吗？他觉得他给我的不少。哎，我的妈呀，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呀？你说快点行吗？真的，你说快，你别大喘气，你说快点啊，一口气全部说完，快点。他现在除了基本的生活费之外不怎么给我米，我应该怎么做？你做个鬼，把他踹了。做什么做呀，我的大姐呀，这男的比你大多少？35。对。大多少岁，花多少 W， 这个是在一起之前开启这段关系的前提。你是不是我们学员啊？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在一起了，不好意思。我的妈呀，大35岁的爹爹，就是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前提都没达标，知道吗？就这个人，你这么一身技能，是不是又年轻又漂亮，还会做饭，你能找到很好的大哥，请你把这个大爷踹了，行不行？但是我确实没有圈子，我目前只是在学校上学。没有圈子就去找圈子，知道吧？缺什么找什么，没有这个圈子不代表你就该在这个错误的树上挂死，这是个歪脖子树。但他好歹也付出了小100了。什么叫好歹？好什么歹呀？你是不知好歹呀你？什么好歹呀？啊？啥叫好歹付出了小100呀？你的命都不值钱呐，姑娘。我跟你说个不好听的话，你知道我们这直播里那么多人，你知道人家干 YC 一个月能挣多少吗？啊，你们既然愿意搞这种稀巴烂的关系，愿意去服务这种比你大30几岁的爹爹，还愿意给他做饭，还愿意给他当个小保姆，像你们这样的情况，你知道你在 YC 你能一个月挣多少吗？你至少就是半年，至少能把这个80干出来，这个是 at least， 这是最低底线呐。但是一个是我现在在读研嘛，我也不方便说去 YC 之类的，而且我在武汉生活的我觉得很舒服，我想一直待在武汉，请问怎么才能扎下来呢？真正融入那个圈子里。换个大的大哥，换个大哥呀！
不要，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出去交朋友，交厉害的女性朋友，知道吗？你太没见过世面了，被这种残爹爹忽悠了。他跟你能说出这种一年你以为能找很多一年20-30的吗？就这话一说，我这拔凉的。姑娘，你这男的跟你说这个话，就是有点太看不起你了，知道吗？他就是已经吃死了，你就是没见过，啥也没见过。对，学生的身份也确实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大姐，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跟你讲，我上本科的时候，你别说我们出去吃个饭都不止1万。我告诉你，你现在都上研究生了，你已经落后了，你都落后好几年了。你上学怎么了？上学？我身边也没有那种混圈子的孩子，我找不到。动脑子。你们现在是在一个不对的行动路径上面，在一个不对的目标人物上面，但是你的青春在燃烧，知道吗？青春时间这个就是一根这烧这个引线，懂了吗？你这是炸鞭一样的，这个才是跑得最快的。你这些人都是可以在外面再找的。武汉我太了解了。那我去1v1的话，您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吗？我给过你建议了，你现在需要的是换人，不是给建议。因为这个人不行，他比你大30几岁还能跟你聊这种天，就说明这个人他的本质就是抠。他还要拿这种话来跟你讲道理，他其实是在拼某 A， 懂吗？他这个论点他都站不住脚，他用一个站不住脚的东西跟你讲，他是为了拼某 A 给你洗脑。但是我确实找不到其他的。那你就继续给他做饭，每天给他捶肩捶腿，好不好？你再多学几个技能，行不行？咱们再去学一学推拿、采耳啥的。真的，我跟你不是开玩笑的，就是你服务再往上提升，行不行？再把服务往上提升。你再把服务往上提升，你就再借着口子往下呗，是不是？然后这个人是非常错误的，对吗？对，你服务的好，你就在说我要去学个英语，我要去学个普拉提，好不好？今天这里有个几个 W 学费，明天那里有个什么，你总得有口子嘛，对不对？你服务再往上提升，然后让别人再给你多充点值，行吗？那您觉得如果想打开别的圈子，应该从什么方向来进展呢？在你身边看一看有没有混得好一点的，你就去抱别人大腿，要不然你就把社交软件打开。好，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可以抱您的大腿。你不要为了这个男的来1v1啊，好吧？不要为了这个男的来1v1啊，这个爹爹我们完全不行，这个爹爹就是直接 pass， 好不好？这个爹爹就是 pass 啊，这个爹爹太脸皮太厚了。1v1吗？啊？会拓展圈层1v1。你要多圈子，你可以去我们的社群，金贵的关系，你可以一个社群里有200个人，你可以在那200个人里面脱圈，好不好？收到。好，就这样，拜拜。谢谢。稀巴烂，真是个稀烂，真是你这我上学的时期都不带你这样的人玩，真的。我这上学的时候我都不屑的带你这样的人玩，知道吗？真是没见过世面。我以前主打就是喜欢别人的听话的，就是脑子灵光听话的，我说啥是啥的，知道吧？我喜欢这样的，别在那跟我较劲，非要抱着个歪脖子树在那紧摇，那有什么好摇的呢？我真的是搞不懂了。我跟你们讲，这个财富是流动的，知道吗？任何时候都有米的圈子，任何时候都有米的人，只不过是从一个圈子里跑到了另一个圈子里而已。你们要有这个意识，眼睛要放尖，鼻子要放灵，耳朵要放亮，知道吧？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观察你身边谁混得好，谁在干嘛，谁身边的朋友多，你就往那个你同学里，你要么就找那种会混圈子的，要么就找那种有圈子的。总有一些人他可能是2代呀，他也有2代的呀，有混圈子的人混得好的，也有2代的呀，你总能找到一些
藤子往上拉呀，对不对？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了的？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学姐，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现在什么某音啊，是吧？你们说你们现在认识人的渠道有多少？那么多的社交软件，是吧？这么多的短视频平台，想发视频，想写文章，什么地方都有你，都可以弄。你们不搞，你知道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学姐呀，她家里有一台粉色的钢琴，但是我那个学姐家里巨破。我去他家玩，他家就破到那种什么地步啊，就是毛坯。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勇气请我去他家里玩，他们家是毛坯，然后蹲的那个厕所是蹲坑的那种，而且是城市里头啊，不是，然后呢，家里一点装修都没有的，巨破，然后家里就是特别乱，非常乱，非常小，叙利亚风。结果他们家有一台非常非常的就是格格不入的一台粉色钢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钢琴，我说你这个钢琴是怎么会买个钢琴放这儿？我特别奇怪。他就跟我说，他说是一个网友送给他的。我说什么网友啊？然后那个姐姐就跟我说，他说他专门就是玩那种摄影群。他说因为很多搞摄影，他说一个是搞摄影的，他说还有一个搞钓鱼的，他们这两个圈子里头大哥特别多。知道吗？我那个时候那个学姐啊，他说这两个圈子里头，他说那些有米的人特别特别多。他说他就在一个论坛，一个搞摄影的论坛里边，然后就在帖子跟别人互动，跟别人互动帖子，然后就认识那种大哥。然后人家就跟他说，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发现他挺喜欢音乐的这个那个，然后人家就给他送了一台钢琴。那个时候那个姐姐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啊，我这个书里边还有那个故事，但是好像我们这个书里头很多都被删减了。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可能后半段我不知道啊，我不确定这个故事有没有。就是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不是那个姐姐叫我出去玩，就是同样一个姐姐，她叫我出去玩。结果我当时呢就跟我们班一个同学，我们俩呢就当时你知道我在武大那个湖边上有个叫什么凌波门，还以为我是假学历，我连学校的那个门名字上面，我们学校后面有个凌波门，我是住在那个湖边上那个地方，然后我是从那个凌波门出去呢。当时那天晚上他叫我去，就是到武汉的那个江滩去玩，因为江滩那边是酒吧一条街。我就跟我那个同学两个人呢，我们就算好了，说就是这个车一趟直接能把我们拖到那个江滩那儿，我们就可以直接直达。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坐了那个402，知道吧？那个公交车，然后坐到那个江滩那儿。结果没想到那天不知道是我们搞错了车呀，还是那个车那天改线了，就把我们送到了离那个我要去的那个目的地还有好几站路的一个地方，知道吧？当时送到哪儿了呢？武汉的肯定知道，就把我们送到那个江汉路那里了，步行街江汉路，把我们送那儿了。结果我们俩就傻了，下来以后，那我们得再坐一辆车才能坐到那儿去。结果我们两个人有多窘迫，我们两个人浑身上下摸干净，凑不出来2张公交车票钱，没有公交车票钱，两个人把书包倒干净，就是全部靠没有。我就那么的窘迫，那个地方走不去，好几站路，我也没有办法打车呀。结果没办法，我只好就是跟那个姐姐说，我说这怎么搞？我说我们两个人现在在这个地方下错车了。结果你知道那个姐姐她，天哪！她说你们怎么会坐公交车呀？就是非常不可思议。她说你们怎么会坐公交车呀？我说我们没有钱，你知道多窘迫，要跟人家亲口说出我们没有钱，我们只能坐公交车。结果后来那个姐姐她就说，哎，你们打个车过来。她说你们打个车过来。她说我跟你们那个你快到了，你跟我说，我在门口等你。你知道吗？结果那天我们俩就特别窘迫，打了个车打到那个酒吧门口，然后呢，结果他就叫了一个哥哥出来。那个哥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懂了什么叫做激发英雄主义情怀。
就觉得我们两个小姑娘好可怜呐，我感觉我们都比得上街边上那个要饭的，真的。然后结果那个哥哥一出来，他直接把我的包拿过去，然后拿了2000的现金塞包里。那是零几年的事情，08年左右吧，08、09年左右，他就拿了2000的现金塞我包里，然后他就说：“哎，你们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是吧？怎么搞得这么窘迫呀？我跟你说啊，他说呢，这就是以后给你打车的，你打车。”你们知道吗？真的，那个时候大概工资反正一个月就是这个水平。那个时候的那个白领的工资一个月就2000多，他夸着给我包里塞，我人都傻了。我当时真的人都傻了，那手都在颤抖，你们知道吗？真的手在颤抖。但人家啥也没有，就是叫我们过去蹦迪，人家就觉得这两个小姑娘太可怜了，怎么打个车的钱都没有，就这样。那个时候那个姐姐她就是这样的，她从来都不跟，她自己家里真的是叙利亚风，穷的叮当响，她从来都不跟秃羊一起玩。她一下子就让我觉得我靠，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参差如此之大。所以像你这样的姑娘啊，就是属于典型的就是没圈子，知道吧？完全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青春。你要跟这种爹爹在一块，你还不如好好的上学，你还不如好好学习，知道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进我们直播间啊，想要了解金贵的关系，想要了解我们老师的长期的这个手把手的服务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或者现在直接来私我，我现在马上下播了，我们可以一一回复的你们，好吧？今天就这样了，拜拜。临下播之前又干个违规，来。大家再见，我们周4